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，只要推开这扇门，等待我的就是死亡。我明明只是想活下去，忍受了无数次毒打和折磨，像个奴隶一样卑微的撑到现在，可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变，我依然只是个被卖掉的工具，成了家族复兴的牺牲品。母亲笑着让我打起精神，还说多亏了我，家族才能重新站起来，谢谢你。这话听起来真讽刺，我就像个精致的提线木偶，坐在这里等着被卖掉，然后迎接注定的死亡。默默，你到底在哪？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家人了。就在我彻底绝望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沉重的房门被缓缓推开，一道光照在了我的脸上。到底是谁在这个时候出现了？鲁德格低声念出了我的全名，莉莉安娜·帕凡。为什么会是他？这个本该跟我毫无交集的人，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。他看着我问道：“是在哭吗？难道你真的不记得我了？”他说我们曾经在一起度过了很久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的记忆里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。可他那副遗憾的样子，不像是在撒谎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对自己的一生竟然一无所知。鲁德格凑到我耳边低声说：“是我就是你的那只小狗。”默默，这简直太荒谬了。那个一直陪在我身边的家人，竟然就是眼前这个男人。命运的齿轮在这一刻彻底乱了。故事还要从3个月前说起。那时候我还是帕凡家族的女儿，虽然顶着贵族的名号，日子却过得连虫子都不如。家里的人根本没把我当人看。那个男人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，让我立刻滚过去回话。在这种地狱一样的家里，我唯一的愿望仅仅是想平凡的活下去而已。在这个家里，我连人都算不上，只是一个活在阴影里的影子。塔坦直接闯进我的房间，像对待牲口一样对我动手动脚。他根本不在乎我会不会疼，在他眼里，我不是他的家人，而是一件用来交易的商品。他冷笑着警告我，如果不是因为我还有点利用价值，他早就把我处理掉了，让我立刻滚下楼去，别让母亲等太久。在这个地狱般的家里，我到底还能撑多久？我的人生就像地狱，在这个家里，我只是一个被所有人踩在脚下的影子，从来没有人爱过我。可今天却发生了一件怪事，空气里竟然飘着食物的香气，那是以前的我根本不敢肖想的味道。母亲居然主动叫我下楼吃饭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牛排和浓汤，这简直像是一场不真实的梦。我小心翼翼地问她为什么，毕竟她以前亲口说过，我这种身份根本不配和他们同桌。可她只是冷淡地催我快坐下，别让菜凉了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反而让我脊背发凉，这顿饭恐怕没那么好咽下去。塔坦粗鲁地把我推到椅子上，催我赶紧吃。桌上摆满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餐，可这种反常的优待只让我觉得脊背发凉。这群人从来没把我当成家人，现在却围坐在一起盯着我吃饭。父亲摇晃着酒杯，问我为什么还不动筷子。我刚试着吃了一小口，塔坦就原形毕露了。他吼着让我赶紧往嘴里塞，甚至威胁要直接灌进我的喉咙。他冷笑着说，绝对不能让商品出任何差错。原来这顿丰盛的晚餐只是为了给待售的货物增加点卖相。在这个家里，我到底被卖给了谁？父亲还在不停地给我加肉，让我多吃点。他说光喝汤可长不胖，得长点肉才能给买家留个好印象。原来这顿饭的每一口肉都是为了让我卖个好价钱。他甚至觉得这是对我的恩赐，说我终于对这个家有点用了。他们举杯庆祝，笑得那么开心，好像卖掉的不是女儿，而是一件积压已久的昂贵货物。他们甚至觉得我应该感恩，说是因为他们的牵线搭桥，我才能过上超出身份的好日子。母亲还假惺惺地叮嘱我，去了那边别忘了家里。我看着满桌的饭菜，只觉得无比恶心。他们现在才舍得喂饱我，只是因为我终于要被卖掉了。这些第一次尝到的美味，竟然比以前吃过的任何剩饭都恶心。我从来没指望过你们会道歉，但如果你们还有哪怕一点人性，就不该在我面前表现得这么心安理得。别再笑了，你们不该假装关心我，更不该摆出一副为了我好的嘴脸。这种虚伪的善意，比直接的恶意更让人作呕。既然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忍下去了。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，绝对不会。我叫你们闭嘴！这顿令人作呕的断头饭就到此为止吧。莉莉安内的力量彻底爆发了，红色的光芒一下子吞没了整个餐厅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家人，现在只剩下惊恐的尖叫。他死死盯着这群虚伪的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对不会原谅，这辈子都别想让他低头。与此同时，鲁德格正翻看着一份绝密情报，他在寻找那个赛罗，想看看这笔肮脏的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手下汇报说，目标就在维罗纳王国的伊甸村。那家人为了卖掉女儿，竟然开出了5万金币的天价。5万金币！鲁德格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一个早就落魄的贵族家庭，竟然敢把亲生女儿卖出这种价格，看来这背后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。几天前，那个当父亲的跑来工会，吵着要把亲生女儿给卖了，就因为女儿身上出现了赛罗的印记，他1秒钟都不想多留，拿了钱就想让人赶紧把孩子带走。鲁德格听完冷笑了一声，这家人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，发现女儿有利用价值，转手就要卖5万金币，这笔钱都够在首都买2栋豪宅了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。手下问要不要重新谈价格，他根本没打算还价，只是问去那个村子要多久，听说最快也要4、5天。他直接下达了命令，明天一早就出发，去见见那个被亲爹卖掉的女孩，把准备工作都做足了。在这个世界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能力的普通人，而那些站在顶端的统治者，虽然拥有毁天灭地的力量，代价却是燃烧自己的生命。为了活下去，这些强者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就是一个被称为赛罗的存在。只有赛罗能救那些强者的命，而我就是那个万中无一的赛罗。
看折到了一地的家人，莉莉安娜自己都懵了，难道是刚才无意识发动了能力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可是老天爷给的逃跑机会。她抓起财宝箱，现在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手里的这些财宝其实是莱西阿姨留给她的保命符，当初阿姨远行前特意把这盒子塞进她手里，交代了一句让她记一辈子的话，只要有机会离开这个家，就带上这些东西，永远别再回来。莱西阿姨曾指给她一条明路，去一个叫卡特尔的地方躲起来，在那里没人能找到她。虽然当时的她还满心恐惧，但现在她终于攒够了离开的勇气。为了那份梦寐以求的自由，莉莉安娜独自踏入风雪，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中立地带卡特尔。看着汉斯递过来的厚重大衣，鲁德格还有些迟疑，这种天气穿毛皮大衣是不是太夸张了？可听到墓地的正刮着暴风雪，他整个人都定住了。那场几乎要了他命的风雪，是他这辈子都不想再提的噩梦。汉斯看出了他的顾虑，赶紧展示出准备好的大堆药剂。既然赛罗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人，那这一趟无论如何都得去。鲁德格正准备动身，汉斯却突然叫住了他，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如果那个女孩真的是你命中注定的另一半，你打算把她带回公馆吗？这个问题让鲁德格陷入了沉默，那些被尘封的阴暗往事像碎片一样在脑海中闪过。对他来说，命中注定这4个字从来都不代表什么美好的童话。过了好久，他才低声回了一句：现在还不确定。看来在他心里还没做好接纳新家人的准备。而另一边，莉莉安娜已经在颠簸中到达了目的地。随着马车停稳，她终于要独自面对这个未知的世界了。顺着指引看过去，远方那个被白雪覆盖的小镇，就是传说中的中立地带卡特尔。这里夹在2大帝国之间，不属于任何一方。不管你在外面有多大的权势，到了这儿都得守规矩，谁也没法在这儿撒野。只要能进到镇子里，或许就能彻底摆脱那些噩梦。莉莉安娜正这么盘算着，肩膀却突然被人死死按住。一个男人满脸警惕地盯着她，质问她到底是谁，是不是从王国那边派来的探子？看来这片所谓的自由之地，对陌生人可一点都不友好。瓦洛这脾气可真够爆的，死死抓着莉莉安娜不放，非要逼问出她的来历不可。莉莉安娜被吓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好在关键时刻，村里的长辈瓦尔特及时赶到，这才把那个鲁莽的小伙子给喝退了。他打量着眼前这个柔弱的女孩，想弄清楚她来这儿的真正目的。莉莉安娜赶紧报出了莱西的名字，还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吊坠。瓦尔特看到信物后，态度立马就变了。原来她是莱西的侄女，是专门跑来这儿寻求庇护的。瓦洛还在那儿阴阳怪气，觉得这儿又不是什么慈善机构。瓦尔特赶紧让他闭嘴，还替这个鲁莽的孙子道了歉。瓦尔特解释说，最近镇子上不太平，总有些不怀好意的人混进来，所以大家才这么警惕。他正式介绍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他就是卡特尔镇的长老。当被问到名字时，莉莉安娜差点就把真名给报出来了，但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去。她只说自己叫莉莉，看来她并不想暴露自己的家族背景。瓦尔特倒也没多问，谁还没点不想说得过去呢？他直接切入了正题，既然你是来寻求帮助的，那就说说看，我们到底能为你做点什么？莉莉安娜紧紧攥着衣角，她说听说卡特尔是弱者的避风港，是专门收留那些被排挤的人的地方。如果传闻是真的，能不能也给他一个容身之所？为了能留下来，他卑微的保证绝不添麻烦，哪怕只住几个月都行，只要能让他暂时躲开那些噩梦。瓦尔特并没有为难他，只是温和的笑了笑。他说你想住多久都没问题，还会专门给你安排个小房子，让你能安安稳稳的生活。莉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传闻中的法外之地竟然比任何地方都要温暖。莉莉安娜还是觉得有点不真实，她觉得自己只是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，甚至都没说清楚自己的过去。瓦尔特怎么就这么轻易答应了？瓦尔特轻轻拍了拍他的头，他说莱西这些年帮了镇子不少忙，他绝对不会拒绝莱西的请求，更何况卡特尔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弱者而存在的，哪怕你跟莱西没有任何关系，只要你走投无路了，这里的大门就永远为你敞开，从今天起就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吧。听到这番话，莉莉安娜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，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，她终于找到了能让自己安稳睡觉的地方。鲁德格看起来状态不太对，汉斯赶紧上前询问，他只是摆了摆手，说这趟赶路确实有点折腾。他随手从腰间摸出一瓶药剂，吩咐汉斯去看看屋里有没有人。汉斯对着大门一顿猛砸，喊着那个叫帕文的人赶紧出来，可屋子里死气沉沉的，一点回应都没有。鲁德格趁这功夫仰头灌下了药剂，看来他的身体状况远比他表现出来的要糟糕。汉斯等得有点心里没底，他怀疑对方是不是收到了风声，已经提前跑路了。眼看这天色越来越差，他提议先回工会避避风头，可鲁德格根本没打算空手而归，他语气冰冷地吐出2个字：开门。汉斯愣了一下，他显然没料到鲁德格会这么暴力，但既然老大发话了，他也只能硬着头皮，直接一脚把大门踹开了。随着木板碎裂的声音，屋子里的景象终于露了出来。汉斯站在门口往里一瞧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这屋子里的气氛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。他回头看了看鲁德格，语气里满是无奈，他说大人您看，这屋里确实连个鬼影都没有。汉斯觉得线索断了，问大人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鲁德格却表现得很冷静，他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，空气里还飘着淡淡的饭香，说明屋主刚离开不久。既然人还没走远，那就绝对不能放过任何角落。鲁德格让汉斯分头行动，一定要把那个藏起来的人找出来。鲁德格刚踏进这间屋子，就闻到了一股特殊的气息，这味道既浓郁又深沉，绝对不会错，这就是赛罗留下的痕迹。
他满怀期待地推开房门，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有些疑惑，房间里竟然空无一人。既然味道还没散去，人到底躲到哪去了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楼下就传来了汉斯的呼喊。汉斯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急促，催着他赶紧下去看看。鲁德格快步赶到楼下，汉斯指着眼前的餐桌，桌上的饭菜竟然还冒着热气，甚至连碗筷都摆得整整齐齐。这说明就在几分钟前，这里还坐满了人。鲁德格一眼就看穿了真相，这些人并不是在休息，而是中了高阶的催眠魔法。看样子他们维持这个姿势已经整整1天了。汉斯忍不住感叹，那个有赛罗的女人实力确实比预想的还要强。既然找到了病根，鲁德格直接下令让汉斯解咒。汉斯显然没反应过来，还站在原地反问了一句。鲁德格的语气变得冰冷，让他立刻动手，别废话。汉斯这下可犯了难，他说自己这一路跟得太辛苦，体内的魔力早就见底了，甚至还厚着脸皮讨要药水。鲁德格二话没说，直接把药剂甩了过去，让他拿了东西赶紧干活。随着药水下肚，汉斯立刻施展了解咒术，紫色的烟雾逐渐散去，原本像木头人一样的村民终于慢慢恢复了意识。他们看着眼前的陌生人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们终于清醒了过来，看着满桌的饭菜一脸茫然。塔坦赶紧询问父母的情况，他们明明记得刚才还在和莉莉安娜吃饭，怎么一眨眼家里就多了个陌生人？可没心情看他们合家欢，他直接打断了这温情的时刻，让这家人看清楚现在的局势。父亲壮着胆子问他是谁，为什么要闯进自己家里？汉斯收起了刚才的笑脸，语气变得异常冰冷。他说自己代表艾伯哈特家族而来，今天是来带走赛罗的。既然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，那就赶紧把人交出来。父亲听到这话彻底愣住了，他明明记得约定是在明天，可汉斯根本不听他的解释，直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，质问他是不是想耍花招。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，他发誓赛罗刚才确实在这，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。汉斯冷哼一声，显然并不相信，难道是这家人故意把人藏起来了？父亲急忙开口辩解，说他们还指望把那女人卖个好价钱，根本没理由把人藏起来。鲁德格在一旁冷冷的观察，看样子这家人确实没撒谎，毕竟在贪婪的人眼里，赛罗只是一个值钱的商品。既然这里已经没了线索，鲁德格转身就往屋外走去，汉斯在后面紧跟着追问，大人，您这是要去哪？鲁德格头也不回的吩咐，先把这家人给我看好了。他独自走入漫天风雪，心里却在盘算着另一件事。艾伯哈特家族看上的猎物从来就没有失手的道理，他绝对不会放走赛罗，更不可能让他逃出自己的手心。趁着那股气息还没彻底消散，他必须立刻把人找出来。鲁德格周身泛起红色的光芒，整个人一下子加快了速度。对他来说，赛罗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猎物。与此同时，莉莉安娜在温暖的被窝里醒来，这种安稳的感觉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过了。不用担心被卖掉，也不用时刻保持警惕。他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人，如果催眠魔法被解开，那些人肯定会发了疯一样找他。毕竟一伯哈特家族绝不会轻易放过逃跑的猎物。好在这里是卡特尔的领地，四周布满了强大的防御结界，外人根本不可能轻易闯进来。只要躲在这里，那些麻烦应该很快就会过去吧。莉莉安娜自嘲地笑了笑，觉得对方只是想要回那笔钱，大不了再去找下一个替代品，除非自己真的是那个人命中注定的唯一。但这怎么可能呢？像他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那种运气？莉莉安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觉得自己这种卑微的人根本不配拥有什么命运，更不可能和那种大人物扯上关系。她只想安稳地躲在这里，直到外面的风波平息。可他根本不知道，鲁德格正顶着风雪在荒野中穿行，刺骨的寒风不断干扰着他的感知。赛罗留下的那点气息正在变得越来越稀薄，如果再不快点，线索就要彻底断了。鲁德格加快了脚步，他必须在今晚结束之前把那个逃跑的女人给揪出来。这种执着已经超越了任务本身，更像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本能。他一定要找到她。回忆里的痛苦再次涌上心头，那些被诅咒的过往让他无法停下寻找的脚步。他要尽快找到赛罗，然后当面做个了断。谁能想到他这么拼命，竟然不是为了带他回去，而是为了完成那个残酷的誓言。他要亲手杀了赛罗，彻底终结这段该死的命运。卡特尔吗？鲁德格看着远方，低声自语。他已经锁定了赛罗的位置，可心里那股厌恶感却越来越重。如果那个女人真的是命中注定的人，难道还要把她带回领的吗？这种视光是想想就让人反胃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爱不过是失去的开始，因为想要依靠，所以才会被人背叛。只有那些无能的弱者才汇聚在一起抱团取暖，这种肤浅的感情根本不配被称为命运。回忆里的那些碎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，依赖别人只会让自己变得软弱。如果所谓的契约真的这么廉价，那这种命运不要也罢。鲁德格的眼神变得异常冰冷，他已经做好了决定，什么血之契约，什么命中注定，他要用这双手亲自斩断这一切。这种让人不快的东西就该彻底消失在风雪里。卡特尔就在眼前了，鲁德格感觉体内的魔力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要是再晚一步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他正准备喝下最后一瓶药水，靠他撑过最后这段路，可等他伸手去摸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药水竟然一瓶都不剩了。他这才猛地想起来，刚才汉斯那小子一直跟在后面，哭着喊着说魔力不够用。鲁德格当时满脑子都是赛罗，为了让他闭嘴，随手就把最后一瓶药给了出去。这种低级错误简直离谱，因为太在意那个女人的气息，再加上这该死的风雪，他竟然连这种事都算错了，魔力彻底枯竭。鲁德格脚下一软，直接一头栽倒在雪地里。明明赛罗
就在眼前了，我怎么能蠢到这种地步？在这种关键时刻掉链子，魔力已经彻底透支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。莉莉安娜在雪地里停下了脚步，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动静，难道是听错了吗？不对，那个声音非常清晰。她顺着声音找了过去，听起来像是小动物的哀鸣，断断续续的，让人没办法不管。她拨开枯萎的草丛，发现雪地里竟然趴着一个白色的身影，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莉莉安娜凑近看了一眼，忍不住轻声惊呼：这难道是一只走丢的小狗？这只小家伙缩成一团，浑身都被积雪盖住了，看起来可怜巴巴的，像是随时都会被冻僵一样。谁能想到，刚才那个杀气腾腾的鲁德格倒下之后，竟然变成了这副模样？这难道就是契约的力量？这种鬼天气，怎么会有小狗被丢在雪地里？莉莉安娜把它紧紧护在怀里，可这小家伙身上冷得像块冰，再不找个暖和的地方，就真的没命了。瓦洛正好撞见了这一幕，看着他穿得这么单薄，他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，莉莉安娜就急得喊了出来：这只小狗快不行了！他在树林里发现了这个可怜的小生命，根本没办法丢下它不管。村子里到底有没有兽医？要是再不想办法，他恐怕撑不过今天了。哪怕能弄到一点药也好。瓦洛犯了难，这地方根本没人养狗，上哪去找救命的东西？他让莉莉安娜先带小狗回家，自己转身冲进风雪，打算去远处的农场碰碰运气。只要能拿到药，这小家伙就还有救。莉莉安娜抱着怀里的小生命，在心里一遍遍祈祷，千万不要死，一定要撑下去。回到家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帮他擦干身体，看着这个虚弱的小家伙，他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样子。那天的天色灰蒙蒙的，莉莉安娜在雪地里发现了这个小家伙，或许是因为在那一刻，他觉得他和自己一模一样，都是被这世界抛弃的生命。莉莉安娜把他紧紧搂在怀里，他还这么小，到底是谁心这么狠，把他丢在那种冰天雪地里？对不起，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抱紧你了。就在他感到最无助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瓦洛的声音传了进来：药拿到了。瓦洛急匆匆地跑了回来，这是农场专门给牲口备的药，虽然治不了什么大病，但退烧肯定管用。莉莉安娜刚想开口道谢，就被他拦住了。现在救命最要紧。他赶紧舀起一勺药水，小心翼翼地喂进小家伙嘴里，看着他一点点咽了下去，两人总算松了一口气。瓦洛帮着把被窝铺好，让他在暖和的地方好好睡一觉。可看着他那副虚弱的样子，莉莉安娜心里还是没底，光靠这些药真的能救回他的命吗？瓦洛拍着胸脯打包票，这药在农场可是出了名的灵，要是还不放心，他还能去村里请专门的医生过来。莉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他这么忙前忙后都是为了让他安心，不仅找来了救命药，甚至连外套都托给了他。瓦洛被谢得有点不知所措，直摆手说这只是顺便锻炼身体。正说着话，他突然想起个重要零件，赶紧从旁边拎起一个篮子，里面装了不少吃的。可惜刚才跑得实在太急，里面的东西全给晃乱了。其实他特意跑这一趟，除了送药，还想为昨天的鲁莽道个歉。他觉得自己当时说话太冲，心里一直挺后悔的。瓦洛坦白说自己有个毛病，一见到陌生人就容易疑神疑鬼。他郑重地低下了头，希望莉莉安娜能原谅他之前的无礼。他其实早就看出来了，知道那并不是因为讨厌。能听到这样一番真心话，他心里反而踏实了不少，轻声向瓦洛先生道了谢。两人一起看向旁边的小家伙，看着他睡梦中蹬腿的样子，刚才那点尴尬一下子全散了。这小东西确实招人疼。瓦洛犹豫了一下，突然提起了称呼的事。他觉得大家年纪都差不多，没必要叫得那么客气，直接叫他的名字就行。瓦洛越说越觉得别扭，他本来就是个直肠子，说话从来不讲究那些虚礼，要是只有莉莉安娜一个人客客气气的，他反而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他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既然这样，那以后就直接叫他瓦洛好了，作为交换，他也得改口叫他莉莉才行。听到这个称呼，瓦洛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轻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。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温和了许多，那些生分的感觉好像都消失了。外面的风雪还在继续，但这间亮着灯的小屋里却很暖和。小家伙默默也睡得很香，甚至还发出了舒服的哼唧声。看来今晚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莉莉安娜正对着篮子发愁，到底该给这小家伙起个什么名。她一边摆弄着粉色蝴蝶结，一边试着叫了几个名字，可总觉得差点意思。看着他那短手短脚的小模样，还有这一身蓬松的毛，简直就像个灰色的小毛球。那些普通的称呼根本配不上他这股可爱劲。他盯着小家伙看了半天，终于想到了一个最满意的，没错，就这个名字最合适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小狗放进窝里，篮子上端端正正挂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默默2个字。看着他睡得这么香，莉莉安娜轻声说了句晚安。默默正缩在篮子里呼呼大睡，可他的梦境里却全是混乱的火光。莉莉安娜拼了命地吼出咒语，那是他最后的挣扎。一下子从梦中惊醒，看着周围这破旧的木头房子，鲁德格一时间有点发懵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是个马厩？他是着想站起来，可四肢根本不听使唤。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小狗，而是为了活命，强行施展变身术后的样子。当初为了能混进人群里养伤，才把自己变成了这种不起眼的小动物，本以为能平安恢复元气，可现在的身体状况简直糟糕到了极点。他费劲地爬出篮子，每走一步都像是要散架一样，必须得赶紧想办法恢复力量，否则这副小小的躯壳根本撑不了多久。这种软绵绵的触感，这种奇怪的视角，默默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。这感觉绝对不对劲。他试着抬起手，结果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只粉嫩嫩的小肉爪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
他终于看清了现在的自己，不是什么威风凛凛的强者，而是一只圆滚滚，甚至还有点呆萌的小狗。堂堂一个大魔法师，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，简直是倒了8辈子霉。堂堂大魔法师竟然真的变成了一只小狗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身体总算没那么沉重了，虽然还有点发烧，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。可看着这肉乎乎的小爪子，这副样子到底要怎么见人啊？现在的处境简直是一团糟，体内的魔力被封印得死死的，想恢复原状起码得等1个月，除非能在那之前找到赛罗。可还没等他开始发愁，耳边就传来了那个女人的声音，原来是他把自己带到这儿来的。看着眼前这个睡得正香的女人，在这种破谷仓里都能睡得这么死，这心可真够大的。默默，这女人居然连名字都给起好了。看着这又脏又破的篮子，本来心里还嫌弃的不行，结果鼻子随便一闻，等等，这味道是怎么回事？也太上头了吧，差点就彻底沦陷了。毕竟狗的嗅觉比人灵敏万倍，这种生理诱惑根本没法挡。赶紧拍拍脸清醒一下，堂堂大魔法师可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忘了正事。命运这东西真是爱捉弄人，谁能想到在我变成这副鬼样子之后，收留我的竟然会是赛罗。他现在的情况糟糕透了，全身到处都是淤青，瘦的几乎只剩下皮包骨，如果不仔细看，简直就像个没气的死人。可明明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为什么在梦里还能笑得这么甜？真是让人搞不懂。不过我也不想去弄明白，心里明明还在不停地提醒自己，这个女人可是必须除掉的目标，她的死活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可还没等他把心肠彻底变硬，莉莉安娜就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，吓得他赶紧想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结果还没来得及溜走，就被一把紧紧搂进了怀里。听着他在耳边不停地念叨，说看到他好起来真的太好了。原来当初救下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冷的就像要化掉一样。莉莉安娜罗是真的怕他撑不过去，面对这种毫无防备的温柔，这下可真是让人头疼了。莉莉安娜就这样紧紧抱着怀里的小家伙，嘴里还嘟囔着要帮他取暖，本来都打算拍拍屁股走人了，可看着他那副毫无防备的样子，鲁德格竟然破天荒的心软了。那就再多留一会儿吧，看看这个女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转眼到了第2天清晨，莉莉安娜看起来精神头十足，完全没了昨天那副半死不活的样，一睁眼就兴冲冲的跑来打招呼。不过此时的鲁德格正一脸严肃的坐在窗边装深沉，那坐姿怎么看都不像一只正经狗，虽然样子怪怪的，但只要看到他恢复了活力，莉莉安娜心里就比什么都高兴。鲁德格现在简直要气炸了，堂堂大魔法师居然被这女人一直叫这种幼稚的名字，他在心里疯狂咆哮，别再叫我默默了。可在莉莉安娜眼里，她现在的抗议全是没意义的乱叫，还以为她是饿坏了，正打算去给她弄顿好吃的加餐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是瓦洛找上门来了。他一大早过来，竟然也是为了看这只小狗的情况。瓦洛特意送来了一大袋饲料，说是农场里专门给幼崽吃的。莉莉安娜正愁不知道该喂点什么，这下可真是帮了大忙。她兴冲冲的把饲料倒进碗里，还一脸期待的招呼默默过来，说这可是瓦洛专门带给她的好东西。可看折碗里那一堆黑漆漆的颗粒，鲁德格整个人都要气疯了，开什么玩笑，居然让堂堂大魔法师吃这种东西。自尊心受挫的他根本忍不了，对着瓦洛的腿就是狠狠一口，疼得瓦洛当场惨叫出声。莉莉安娜还在旁边急得不行，一边训斥默默不听话，一边还觉得这小家伙太难伺候了，这下可真是好心办了坏事。看来刚才那袋硬邦邦的饲料确实不合这位大爷的胃口，莉莉安娜干脆亲自下厨，打算煮点热乎软糯的东西给他吃。躲在后面的鲁德格一脸纳闷，这女人大半夜的在忙活什么呢？明明早就过了晚饭时间，难道是专门给他开小灶？闻着锅里飘出来的香味，他还是忍不住凑了过去。莉莉安娜一回头就看到了这个小跟班，还以为他是被香味缠过来的，她赶紧招呼他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能开饭了。莉莉安娜正忙着要把肉捞出来，结果手一滑，整锅热水直接洒了一地，她自己都被烫得叫出了声。可第一反应居然不是看伤口，而是急急忙忙跑去检查鲁德格的情况，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对不起。看到鲁德格没受伤，她才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赶紧蹲下身子收拾残局，还安慰他很快就能吃上饭。鲁德格在旁边看得一脸无语，这女人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？明明那锅水离他还有8只脚远，根本不可能烫到他，他到底在瞎担心什么啊？明明自己手背都被烫红了，居然还在担心他有没有事。鲁德格看着地上的水渍，心里真是一阵莫名其妙。他实在看不下去这女人犯傻，干脆凑过去舔了舔她的伤口。莉莉安娜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做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。她摸着鲁德格的小脑袋，笑着问是不是在心疼他，还说这种小伤自己早就习惯了，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听到这话，鲁德格心里更不是滋味了，这种不求回报的温柔，反而让他这个大魔法师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。在那个冰天雪地的记忆里，母亲曾温柔地呼唤着他的名字，那是他听过最动听的话语，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柔软。而眼前的莉莉安娜竟然重叠了那个久违的身影，她笑着说只要他没事就好，那份真诚的关心简直一模一样。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让变身成小狗的鲁德格一时间有些恍惚，仿佛回到了那个被爱包围的午后。现在的他不再是高冷的大魔法师，只是被他宠溺着的默默。这种久违的温暖真的会让人彻底沦陷啊！只要你能平安无事，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。这种温柔真的让人没法拒绝。为了犒劳这个小家伙，他特意准备了热腾腾的大餐，觉得这可比狗粮好吃多了。
可鲁德格却一点面子都不给，盯着碗里的东西动都不动，这下可把他给愁坏了。要是连这个都不吃，那可就真的麻烦了。就在这时，鲁德格终于凑过去闻了闻，终于肯动嘴了。莉莉安娜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她还以为这小家伙生病了，原来只是单纯嫌弃狗粮不好吃。看着鲁德格吃得这么香，她甚至打算以后每天都亲自下厨，要把这小宝被宠上天。可她哪知道，这颗子里装的可是大魔法师鲁德格，现在竟然沦落到要靠卖萌换饭吃。不过为了能尽快恢复魔力，这点委屈他还是能受的。只要能达到目的，这宠物身份他打算一直演下去。汉斯现在烦得要命，还得亲自给这帮家伙送饭。看着手里的面包，他甚至想干脆自己吃了算了。可刚走到地牢门口，里面的莉莉安娜父亲就像见到了救星，隔着铁栏杆拼了命地求饶，说他们跟那个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帮人甚至愿意退回所有的钱，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看来那个女人给他们留下的阴影可不是一般的大啊。汉斯把饭丢进牢房，警告他们最好把嘴闭严实，等时间到了自然会放人。尤其是带头的男人，他早就看这家伙不顺眼了。可这帮人还在那不停的哀求，试图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。汉斯这下彻底爆发了，隔着铁笼直接就是一记重击，把那老家伙打得当场倒地。家里人吓得大声尖叫，可汉斯根本不在乎，他最讨厌这种做了坏事还非要装成弱势群体的垃圾。要是再敢在他面前演戏，他真的会当场要了这帮人的命。这下地牢里终于安静了，要不是家主还没下命令，汉斯真想现在就送这帮垃圾上路。他强压着心里的火气，多看他们一眼都觉得恶心。走出地牢，他点了一根烟，想起这家人对莉莉安娜做的那些烂事，从小虐待人家，等人家觉醒了又想把她卖个好价钱，这种事谁听了不心寒？换作是汉斯自己，肯定也得拼了命地逃跑。可他心里还是放心不下，毕竟家主那个怪物就要回来了。莉莉安娜要是跑得不够远，恐怕真的就没机会了。汉斯还在外面发愁，祈祷千万别闹到要全城搜捕的地步。可他哪里能想到，自家那位失踪的大魔法师现在正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。转眼间3周过去了，鲁德格已经完全适应了默默的身份，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等着莉莉安娜喊他开饭。虽然这狗粮的味道确实淡了点，但他还是面无表情地咽了下去。毕竟谁能想到，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，现在居然在为伙食水平发愁。这种生活平静的让人难以置信，甚至让他觉得有点无聊了。看来比起外面的风风雨雨，这种被宠溺的日常才是对他最大的考验啊。虽然鲁德格已经很努力在适应了，但唯独有一件事，他这辈子恐怕都习惯不了，那就是莉莉安娜的饭后亲热环节。只要他一放下饭碗，这个女人就会准时发动攻击，根本不给他任何逃跑的机会。整天被抱在怀里蹭来蹭去，还要被翻过来摸肚子，这种无休止的宠溺对他这个大魔法师来说简直是折磨。莉莉安娜还一边揉一边笑，说他的小肚子吃得圆滚滚的。鲁德格听了简直想撞墙，这纯粹是因为狗的身体代谢太慢，绝对不是他贪吃。要不是为了尽快恢复魔力，他才不会忍受这种羞耻的待遇。快放手啊，他可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哪有时间在这里陪你玩这种幼稚的游戏。终于结束了这热情的折磨，莉莉安娜笑着放开了手，还温柔地叮嘱他先去休息，等开饭了再叫他。看着他轻快离开的背影，鲁德格心里满是困惑，这个女人到底在高兴什么？他的日子明明过得很苦，每天只能吃些难以下咽的剩饭，身上穿的也是补了又补的旧衣服。当初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那副虚弱的样子简直像个活死人。可即便生活在泥潭里，他脸上却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。发现默默在看自己，他还会开心地打招呼。这种发自内心的快乐，好像仅仅是因为他还活着。这种纯粹的生命力，让见惯了尔虞我诈的大魔法师第一次感到了震撼。鲁德格突然脊背发凉，看着莉莉安奈手里那团布料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千万别是我想的那样。可惜怕什么就来什么，莉莉安娜兴冲冲的要把它塞进衣服里。鲁德格拼命挣扎，他可是有皮毛的狗，根本不需要这种多余的东西，更何况这颜色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最终反抗还是无效，曾经威风凛凛的大魔法师，现在居然穿上了一件粉嫩的小背心。莉莉安娜还在旁边不停夸她漂亮，鲁德格气的只想当场把这身行头撕碎。这种奇耻大辱，他这辈子都没受过。他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笔账，等他恢复魔力的那一天，一定要让这个女人知道什么叫大魔法师的愤怒。莉莉安娜突然凑了过来，在默默的鼻尖上轻轻吻了一下，还深情的表白说最爱他了。这一刻，鲁德格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。他活了这么久，堂堂大魔法师，居然在变成狗的时候丢掉了自己的初吻。这种事要是传出去，他以后还怎么在魔法界混啊？虽然对方只是在表达对宠物的喜爱，但他心里的防线已经彻底崩塌了。夜深了，莉莉安娜已经进入了梦乡，可怜的鲁德格却缩在篮子里，怎么也睡不着。这突如其来的初吻，恐怕要让他失眠一整晚了。就在这个深夜，篮子里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，那个小小的身影在光芒中不断拉长。大魔法师鲁德格终于变回了原本的样子，可他现在完全没心思关心魔力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吻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守了这么多年的清白，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丢了。更让他感到混乱的是，那个命中注定的莉莉安娜，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鲁德格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，那个命中注定的莉莉安娜竟然就这样夺走了他的第一次。看着眼前熟睡的女人，他心里彻底乱了套，原本清晰的局势现在完全没法收场了。可莉莉安娜
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正抱着默默亲个不停，还大声表白说最爱他了，这让鲁德格怎么受得了？鲁德格现在整个人都乱了，这种奇怪的味道让他完全没法冷静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中了什么魔咒。可躺在床上的莉莉安娜倒好，梦里还念叨着那只叫默默的小狗，根本不知道危险就在身边。就在鲁德格想要靠近确认的时候，一股狂暴的力量突然炸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们之间还藏着更大的秘密？鲁德格感觉到身体在疯狂抗拒，但他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不趁现在动手，一切就真的没法回头了。为了终结这该死的命运，他必须杀了眼前的女人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他准备下手的瞬间，莉莉安娜竟然睁开了眼。她迷迷糊糊地看着鲁德格，居然把他当成了那只叫默默的小狗。看着他这副完全不设防的样子，鲁德格满身的杀气一下子全散了。他只能无奈地按住他的头，让他赶紧老实睡觉。鲁德格终究还是没能狠下心，看着眼前这个毫无防备的女人，他发现自己根本下不了手。就在刚才对视的那一刻，他脑子里全都是莉莉安娜灿烂的笑容，那种纯粹的样子成了他杀意里唯一的破绽。算了，今晚就先放过你。鲁德格转身离开，可他死死攥住的拳头却在提醒自己，下次绝对不能再动摇了。就在他准备彻底离开时，一件东西悄无声息地掉在了地上，这到底意味着什么？难道连命运都在跟他开玩笑吗？鲁德格盯着手里那块粉色布料，针脚还是跟以前一样烂，嘴上说着嫌弃，他心里却早就没了杀气。既然下不了手，那就只能先这样了。他收起东西，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个冷清的背影。莉莉安娜这时候才迷迷糊糊醒过来，她总觉得屋里冷得厉害，刚才那种奇怪的感觉，难道真的只是在做梦吗？原本要命的危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化解了，可鲁德格带走的那件东西又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？莉莉安娜在雪地里急得团团转，默默那么小，肯定跑不了太远。她现在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只要小家伙平安就好。而此时的鲁德格正一个人走在寒风里，他明明计划好了，只要魔力一恢复就立刻动手，彻底除掉那个女人。可事到临头，他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。为什么会犹豫？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或许是因为莉莉安娜那个毫无防备的笑容，已经成了他心里再也抹不掉的痕迹。莉莉安娜还在雪地里声嘶力竭地呼喊，她根本不知道，那个刚刚离开的男人正被一段最黑暗的回忆死死缠住。那些刺耳的笑声，还有倒在雪地里的身影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鲁德格，他背负的是血海深仇，根本没资格享受什么温情。既然路已经选好了，就绝对不能再回头。他必须把刚才那点动摇从脑子里彻底抹掉。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，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到那个时候，他真的能狠下心吗？鲁德格在心里给自己下了死命令，一定要亲手杀了莉莉安娜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如果现在不下死手，自己迟早会彻底陷进去。这种动摇对他来说太危险了，他必须变回那个冷酷的自己，把所有不该有的感情全部扼杀在摇篮里。刚回到领地，汉斯就火急火燎地迎了上来，整整1个月音讯全无，搜救队都快出发了。可鲁德格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别在这大呼小叫的。”消失的这1个月里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。汉斯看着独自归来的主人，心里直犯嘀咕：那个叫莉莉安娜的女人，难道真的从他手里逃走了？鲁德格迟疑了一下，随口编了个理由，说只是出了点意外，过阵子会再去把人带回来，还叮嘱汉斯不要插手。这可太反常了。在汉斯的印象里，主人办事从来都是雷厉风行，任务没完成就撤退，这还是头一回。汉斯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赶紧汇报了刚查到的消息。原来那个叫莉莉安娜的女人，以前过得生不如死，天天被亲戚毒打虐待。听到虐待这2个字，鲁德格原本冰冷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。他到底在想什么？汉斯还在一旁感慨说，那种非人的虐待换成谁都受不了，难怪那个女人会拼了命地逃跑。鲁德格看着回忆里她虚弱的样子，终于明白了真相，原来她身上那些奇怪的黑气全是因为长期受虐留下的病根。汉斯突然凑过来问了一句，那个叫莉莉安娜的女人真的就是您一直在找的命定之人吗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汉斯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，甚至张罗着要去给未来的女主人准备房间。可鲁德格却冷冷地拒绝了，他不仅不让汉斯准备房间，还下了一道死命令，绝对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莉莉安娜的名字，哪怕是在工会内部也不行。这种极度的谨慎反而让气氛变得更加压抑。鲁德格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他想藏住的究竟是这个女人，还是他自己那颗已经乱掉的心？汉斯恭敬地领了命，鲁德格这才稍微松了口气。既然该交代的都交代完了，那就先回官邸再做打算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就在他前脚刚走的时候，阴影里的另一双眼睛已经死死盯住了莉莉安娜的位置。那个躲在黑袍里的家伙得知莉莉安奈藏在卡特尔后，露出了阴冷的笑意。虽然那里是中立区，直接动手会惹麻烦，但他早就想好了阴招，只要随便撒点钱，找个叫昆特的疯子去闹事，就能趁乱把人给绑回来。鲁德格想把他藏起来，而这些家伙却想把他拽入深渊。莉莉安奈的处境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。在这个戴着狮子面具的男人眼里，莉莉安娜根本不是什么命定之人，只是一个必须到手的猎物。至于他是死是活，他根本不在乎，只要能把那个女人带到他面前，哪怕只剩下一口气也行。这种级别的秘密会议，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决定无数人的生死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真正的博弈也就开始了。鲁德格低声宣布，会议正式开始。管家拿着情报汇报说，蛮族部落已经在边境现身了，看来平静的日子到头了。
这些蛮族部落真是个大麻烦，把帝国边境闹得鸡犬不宁，底下的人都在私下抱怨，难道又要去干这种苦差事？比起任务，大家更关心鲁德格的八卦，消失整整1个月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去找赛罗？会场里吵得不可开交，管家赶紧出面维持秩序，现在可不是内讧的时候。最新的情报显示，这群蛮族根本没去南边，反而出现在了莫伦森林。鲁德格这下也愣住了，因为他们的最终目标竟然是卡特尔。如果不赶紧采取行动，卡特尔一旦失手，整个帝国都要跟着遭殃。鲁德格低声重复着那个名字，这群蛮族的目标竟然真的是卡特尔。这支被称为昆特的部落，简直就是一群嗜血的疯子，甚至还有吃人的传闻。光靠当地那点守卫力量，在他们面前根本就是送死。鲁德格死死攥住了拳头，因为皇室的秘密指令已经下来了，任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彻底铲除莫伦森林里的蛮族。随着命令宣读完毕，整个会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虽然任务已经下达，但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，毕竟那个昆特部落的首领不仅跟他们一样是异能者，还是出了名的食人魔。有人忍不住抱怨，皇室这是把我们当成什么了？专门给他们收拾烂摊子的吗？塞比亚听不下去了，直接站出来指责这群胆小鬼，既然身为家族的一员，就该把那些怪物全部轰走。男人还想继续发牢骚，觉得皇室只会让他们干脏活。哈维尔却冷冷地打断了他，这反而说明皇室已经走投无路，除了求助我们，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底牌了。哈维尔本来想叫塞比亚上前，结果肯这个疯子先坐不住了，直接众目睽睽之下跳到了桌子上。在他看来，什么皇室规矩全都是狗屁，只要能把那些蛮族杀个精光，对他来说就是最棒的消遣。哈维尔已经快没耐心了，警告他赶紧滚下来，可肯却一脸挑衅，完全没把这位长辈放在眼里。底下的参会者都看傻了，明明是在商量国家大事，这3个人居然当众吵了起来，但谁也没法去劝架，毕竟这3位可是领主手下最强的怪物，谁敢这时候去触眉头？哈维尔最后一次发出警告，可这场闹剧显然还没打算收场。看到这几位这么有自信，管家总算放下了心，赶紧招呼大家坐下慢慢谈。他原本的计划是让3位异能者全员出动，毕竟这次的对手是那对双胞胎兄弟，只派1、2个人的话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可这话在肯和塞比亚听来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羞辱。杀几个蛮族还需要3个人联手，他们随便哪一个都能单挑全场。管家还想打个圆场，觉得3个人一起行动更稳妥。谁知话音刚落，哈维尔和塞比亚竟然同时举手，当场宣布退出这次任务。管家这下彻底愣住了，刚才不是还聊得好好的吗？塞比亚头也不回的冷哼一声，杀几个怪物确实没什么难度，但他绝不接受被皇室当成棋子来摆布。哈维尔解释说，他只是在拦着塞比亚乱来，可管家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现场就彻底乱了套。塞比亚像个没长大的孩子，吵着闹着非要去凑热闹，而肯的想法更简单粗暴，他打算把敌人全部杀光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管家这下头都大了，要是真按肯的方法去做，连个首级都带不回来，他拿什么去跟皇室交差？眼看这群异能者一个比一个难搞，管家甚至想到了抓阄。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，一个冷静的声音打断了所有人。鲁德格主动站了出来，既然大家都在推3阻4，那就由他亲自跑一趟。汉斯已经带人找了整整2天，却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。他开始担心那个人是不是已经遭遇了不测。鲁德格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会惊动家主亲自出面，局势显然比预想的还要糟糕。另一边的莉莉安娜已经彻底崩溃，她死死攥着默默留下的衣服，那是她现在唯一的寄托。除了哭喊，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瓦洛虽然一直在旁边安慰，说默默一定会平安回来，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整整2天音讯全无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。瓦洛让莉莉安奈别再说丧气话，他保证默默一定还活着，不管要找多久，他都一定会把那个小家伙带回来。莉莉安娜也想起了他们初次见面的样子，也许默默只是像那天一样，在后山的某个角落迷了路，他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，必须亲自去把他找回来。他在没过脚踝的雪地里拼命寻找，一遍又一遍喊着那个熟悉的名字，可回应他的只有刺骨的寒风。就在他几乎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雪地上突然出现了一串清晰的脚印，这难道就是默默留下的线索吗？莉莉安娜顺着雪地上的脚印一路追进了森林深处，她满脑子都是默默，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了。这片森林静得有些诡异，连鸟叫声都听不见。虽然心里直打鼓，可一想到默默可能就在附近，她还是咬牙继续往前走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木柴燃烧的噼啪声。莉莉安娜循着声音找过去，发现林子里竟然有人在烧篝火，她心里顿时燃起了一丝希望。如果这些人是路过的旅人，说不定真的见过默默。莉莉安娜顾不上危险，主动走上前去打招呼。可在这荒郊野岭出现的陌生人，真的会帮她吗？莉莉安娜本以为遇到了救星，可这2个男人的反应却很奇怪。他们原本还在担心是领主巡查，等看清来人只是个普通女孩，语气立马变得轻佻起来。篝火旁散落着被啃食干净的骨头，这2个人一边盯着莉莉安娜，一边感叹这时间点掐得真准，简直是送上门来的惊喜。他们慢慢站起身围了过来，嘴里还嘟囔着刚才那只兔子根本不够吃，现在居然有个大活人主动现身，这下他们可有的玩了。莉莉安娜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找到了帮手，而是闯进了狼窝。这种时候还要亲自出马，看来接下来的行动非同小可。哈维尔把准备好的药剂递了过去，大人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面对那个叫库恩的强敌，这点药剂
恐怕还不够。鲁德格叮嘱哈维尔再多准备一些。哈维尔实在忍不住开口了：“大人平时最讨厌亲自带队，更别提这次还是皇室的差事。既然这么反常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鲁德格只是淡淡回了一句：“突然想去而已。”说完，他就直接转身离开，留下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背影。其实去莫伦森林的理由，鲁德格心里比谁都清楚。换做平时，这种麻烦是他躲都来不及。毕竟这些年杀掉的怪物早就够他记一辈子了。可只要听到那个地方的名字，脑子里全是莉莉安娜的样子。看着他抱着小狗笑得那么开心，那是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平静。一想到那个叫库恩的家伙可能会毁掉这一切，他就再也没法做事不管了。说他是为了救人，这话其实只对了一半。在拿走赛罗的力量之前，他绝不会让莉莉安娜出事。但最让他不爽的是，库恩那个家伙竟然让他脑子里出现了一些糟糕的画面，光是这一点就足够判那个混蛋死刑了。哈维尔走上前低声询问：“大人，可以出发了吗？”鲁德格看着远方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莉莉安娜，你的命只能由我来收割，绝不能死在别人手里。鲁德格那边刚动身，莉莉安娜却已经陷入了绝境。等他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被绳子死死捆着。更恐怖的是，周围竟然堆满了阴森森的白骨。难道这些家伙竟然是吃人的怪物？两人盯着他冷笑着说：“天天吃兔子早就腻了，正好换换口味。”看来鲁德格要是再不赶到，莉莉安娜就真的没命了。莉莉安娜还在拼命挣扎，她心里很清楚，这帮家伙根本不是什么绑匪，而是披着人皮的食人魔。发现他醒了，他们像看猎物一样盯着他，说要把他送给一个叫肯塔的大人。听他们的口气，那个肯塔最喜欢年轻女孩。等他吃完了，剩下的才轮到这帮手下。莉莉安娜意识到，再不想办法逃走，自己马上就会变成盘子里的肉。绝望中，她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些画面，那是她曾经拥有过的力量吗？就在这生死关头，莉莉安娜突然想起赛罗教过她，想要发动那股力量，就要先憋气憋到头晕，然后再回想那些让她愤怒的事。随着她猛地睁开眼，一股狂暴的红光瞬间炸裂，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这股冲击波掀翻在地，吓得连连惊叫。莉莉安娜总算松了口气，看来这招真的管用。要是对方等级再高一点，这魔法恐怕就没戏了。虽然暂时震慑住了这帮家伙，但她心里很清楚，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莉莉安娜看着被定住的守卫，想趁着魔法还没失效赶紧逃跑，可还没等她迈开腿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就挡住了去路。来人正是这帮食人魔的首领肯塔，他不但没被吓跑，反而一脸兴奋地盯着莉莉安娜，就像在看什么极品食材。肯塔一边舔着牙齿一边冷笑说：“本来只是想随便吃口鲜肉，没想到竟然撞上个高级货，这口感肯定比普通人强多了。”莉莉安娜这下心都凉了半截，当初狼窝又入虎口，眼前这个怪物是真的打算把他当成大餐吃掉。肯塔已经彻底按捺不住了，他叫嚣着现在就要咬上一口，可还没等他碰到莉莉安娜，就被一股更强大的气息给压住了。来人是肯塔的大哥，他冷冷地质问：“谁准你乱动部落的猎物？”肯塔不但没收敛，反而兴奋地指着莉莉安娜邀功，觉得今晚总算能大餐一顿。可大哥根本不吃这一套，骂他是个只知道吃的蠢货，还问他是不是忘了正事。看来这帮食人魔大费周章，并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，他们背后肯定还藏着更大的阴谋。看着莉莉安娜倒在地上，肯塔急得大叫起来，埋怨大哥下手太重，把人弄死了。毕竟活着的猎物吃起来才够味。可大哥却一脸淡定，说自己只是在确认他的身份。他顺手扯开那层破损的布料，一个特殊的月亮印记录了出来。大哥冷冷地盯着这个标记，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路人，而是他们一直在找的目标赛罗。这下事情可变得有意思了，这帮食人魔费尽心思要找的人，竟然就这么送到了嘴边。肯塔听说这女人是高级货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他苦苦哀求大哥，哪怕只让他咬一小口也行。可大哥直接一巴掌扇断了他的念头，警告他这女人已经名花有主，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那就是在自寻死路。原来这帮食人魔背后还有一个更恐怖的阿扎利斯大人。在那个怪物眼里，莉莉安娜可是他预定好的猎物。就在这帮家伙商量怎么处置他时，远处的雪原上，一个身影正带着杀气飞速逼近。鲁德格终于追到了这里，看来这帮食人魔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。哈维尔一眼就看出来鲁德格在心急，平时那么冷静的一个人，现在赶路赶得连体力都不顾了。他故意提起那个叫赛罗的女孩，鲁德格瞬间定在了原地，这反应简直是不打自招。虽然鲁德格还在那儿嘴硬，说自己只是想赶紧把这破事处理完，好早点回去交差，但哈维尔可没那么好糊弄，他直接点破了鲁德格最担心的事情，是因为那个恐怖的阿扎利斯吗？看来这场救援行动远比想象中要凶险得多。莉莉安娜被死死锁在墙上，本以为逃离家族就能获得自由，谁能想到刚出狼窝又入虎穴，竟然落到了这帮食人魔手里。就在他陷入绝望的时候，那个叫肯塔的家伙又凑了过来，他一脸坏笑地盯着眼前的猎物，甚至还嫌弃哭声会让肉质变差。对他来说，莉莉安娜根本不是什么少女，而是一顿还没下锅的美味大餐。看着这个怪物步步逼近，莉莉安娜彻底陷入了黑暗。难道她的命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吗？虽然大哥千叮咛万嘱咐，但肯塔显然已经把警告抛到了脑后。他太想尝活着的赛罗到底是什么滋味了。他死死盯着眼前的莉莉安娜，眼神里全是贪婪和疯狂。看来他打算违抗命令，直接在这里享用这顿美餐。这帮家伙
喝得东倒西歪，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靠近，只有一个头目还守在火堆旁，但这根本挡不住接下来的麻烦。哈，维尔在暗处清点着人头，整整30个。鲁德格也已经就位，他们在等一个绝佳的机会。天马上就要亮了，那是人最疲惫的时候，也是防备最松懈的瞬间。鲁德格低声下令，就在那一刻动手，这片营地马上就要变天了。鲁德格盯上了那个头目，打算亲自动手解决他。可哈维尔发现少了一个人，那个最麻烦的家伙竟然不在这里。鲁德格断定那人肯定没走远，搬迁基地这么大的事，那个主力绝不会缺席。他决定计划不变，先把这群醉鬼清理干净。那家伙也许正躲在洞穴里偷懒。就在鲁德格准备动手时，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是莉莉安娜。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这下事情彻底失控了。那股气息是从山洞里传出来的，除了那个察觉不到的敌人，竟然还有赛罗的味道。哈维尔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难道他真的在里面？鲁德格整个人都定住了。哈维尔察觉到不对劲，刚想开口询问，鲁德格却突然交给他一个任务，让他独自解决外面那帮家伙。哈维尔虽然有点猛，但对付几个醉鬼确实不在话下。鲁德格直接转身走向山洞，计划有变，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肯塔根本没打算听他哥的话，他盯着眼前的莉莉安娜，满脑子都是那些变态的想法。他早就想尝尝活着的赛罗是什么滋味了，现在的赛罗死气沉沉，简直太扫兴了。谁能想到他竟然主动解开了莉莉安娜的手铐？莉莉安娜完全没搞清楚状况，肯塔接下来的话简直是个疯子。他最讨厌不反抗的猎物，只有看着对方在绝望中拼命挣扎，那才够刺激。这根本不是什么仁慈，而是一场更残忍的猫鼠游戏。肯塔发出一阵狂笑，他竟然大方的让莉莉安娜赶紧逃跑。对他这种疯子来说，猎物临死前的挣扎才是最美味的。莉莉安娜根本不敢回头，她只想离这个变态越远越好，心里拼命祈求有人能来救救她。可这漆黑的山洞里，除了绝望什么都没有。还没跑出几步，冰冷的手掌就死死捂住了他的嘴。肯塔竟然瞬间就追了上来，他压低声音在莉莉安娜耳边警告，要是吵醒了首领，他可就没法独自享用了。他明明让莉莉安娜逃跑，可没允许他大声尖叫。看着莉莉安娜彻底陷入绝望，肯塔手上的红光变得异常诡异，这下真的无路可逃了。肯塔露出一脸坏笑，他竟然察觉到了莉莉安娜的小动作，可惜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他这种等级的人来说简直就像挠痒痒一样。他死死掐住莉莉安娜的脖子，语气里全是轻蔑。在他眼里，莉莉安娜这种级别的对手根本连反抗的资格都没有。莉莉安娜感觉意识都在模糊，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行，就算耗尽最后一丝魔力，也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他身上爆发出一阵强光，可肯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。这种徒劳的反抗只会让他崩溃得更快，他根本不担心会被伤到，因为等级的鸿沟是任何努力都填不平的。看着肯塔重重地倒在地上，莉莉安娜以为自己的反击终于奏效了，这可是逃跑的唯一机会，只要能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一切就还有救。可还没等他站起身，一只冰冷的手就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。肯塔竟然这么快就清醒了，他脸上挂着那种让人发毛的笑。刚才那下不仅没让他退缩，反而彻底点燃了他的疯劲。他盯着眼前的莉莉安娜，就像在看一份绝世美味，这种能让他吃瘪的猎物才是他梦寐以求的极品。看来刚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，落到这个疯子手里，恐怕连死都会变成一种奢望。魔力彻底枯竭，四周又没有任何援兵，莉莉安娜已经退到了悬崖边缘。既然魔法派不上用场，那就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拼一把。肯塔还在那冷嘲热讽，觉得眼前的猎物不过是在垂死挣扎。可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，莉莉安娜就使出全身力气，直接瞄准他的要害狠狠踢了过去。这一脚下去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肯塔，现在连半个字都吐不出来，只能痛苦地蜷缩在地上。莉莉安娜冷冷地盯着这个疯子，既然你把别人当成玩物，那就要做好被反杀的准备。现在的肯塔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谁说没有魔力就只能等死？这下看你还怎么狂！莉莉安娜以为刚才那一脚真的奏效了，这种不要命的豪赌竟然能赢，只要能趁着天亮前逃走，一切就还有希望。可还没跑出几步，身后那个疯子的声音再次响起。肯塔彻底变卦了，刚才他只是想尝尝鲜，现在他只想把莉莉安娜彻底撕碎。使出全力的肯塔简直像个怪物，那种压倒性的力量让这场逃亡变得毫无意义。面对这种等级的对手，根本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他心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默默对不起啊，小家伙，看来我要先走一步了。就在莉莉安娜准备放弃的时候，耳边响起了那个一定要活下去的约定。可眼前的疯子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死亡的阴影已经彻底笼罩了下来。唰的一声，一道银色的身影瞬间闪过。鲁德格在最关键的时刻赶到了，这一剑不仅斩断了威胁，也把莉莉安娜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肯塔，现在只能狼狈地倒在地上。他甚至没看清发生了什么，自己引以为傲的力量，在鲁德格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看着到地不起的疯子，莉莉安娜还没从刚才的死局中缓过神，直到被那个可靠的身影护住，她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真的活下来了。堂堂一个等级的强者，竟然被一招秒杀，这个突然出现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肯塔整个人都懵了，他甚至没看清对方是怎么出手的，这种速度和力量根本不是普通人类能达到的境界。莉莉安娜靠在那个宽厚的肩膀上，终于看清了救命恩人的脸。万幸人总算救回来了。鲁德格抱着怀里的莉莉安娜，一言不发地走在雪地里。莉莉安娜
还没从刚才的混乱中清醒，嘴里却一直念叨着默默的名字，这让他的脚步猛地顿了一下。只要你还活着就好，鲁德格低声呢喃着。莉莉安娜终于彻底崩溃，所有的后怕和委屈在这一刻爆发了。哈维尔已经把现场清理干净了。鲁德格抱着莉莉安娜走出来，只是简单回了一句辛苦了。看着自家大人怀里的陌生女人，哈维尔忍不住开口打听她的身份。鲁德格随口编了个理由，说她只是个被绑架的可怜人，自己顺路送她回去就行。哈维尔听完只感叹这姑娘命大，落到那群怪物手里竟然没被吃掉，这运气简直比在沙漠里捞针还难，除非这背后还有什么别的隐情。察觉到哈维尔那怀疑的眼神，鲁德格直接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，让他赶紧进洞去处理剩下的麻烦。看来有些秘密现在还不是公开的时候。鲁德格简单交代了几句，让哈维尔先带人回领了复命。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就带着莉莉安娜直接消失在原地。哈维尔独自留在雪地里感叹，刚才洞里传出的那股杀气简直要把周围的一切都冻住了。看来只要是莉莉安娜出了事，鲁德格就绝对不会留活口。明明心里在乎的要命，嘴上却还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哈维尔看着天边亮起的微光，这才发现自己被坑惨了，这么多烂摊子竟然全留给他一个人收拾。鲁德格独自摆平了所有杂鱼，他抱着怀里的莉莉安娜，心里却在盘算着一个危险的计划。莉莉安娜，我确实需要你，为了变得更强，为了能在这世上活得更久，我必须利用你的力量。可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对等，我给不了你任何回报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如此依赖我？难道你需要的根本不是我，只是想找个能寄托感情的活物吗？就像那只叫默默的小狗一样。莉莉安娜在睡梦中无一时的呢喃，这个名字让鲁德格彻底沉默了。原来在他心里，自己竟然和那只宠物没什么区别。既然一个人想不通答案，那就换个方式去寻找真相。鲁德格周身泛起耀眼的强光，既然你需要的只是那只小狗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谁能想到，这位冷酷强大的领主大人，竟然直接变身成了一只白色团子。为了搞清楚莉莉安娜到底在想什么，他决定就这样潜伏在对方身边。莉莉安娜在睡梦中还在不停道歉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那只小狗，此刻正用鲁德格的灵魂注视着她。这场关于身份的捉迷藏，现在才真正开始。莉莉安娜在雪地里拼命追赶，嘴里还不停喊着默默的名字，可脚下一滑，直接摔倒在地。还没等她爬起来，一个浑身纹身的男人就挡住了去路。肯塔带着一脸坏笑凑了过来，嘴里说着让人脊背发凉的话，他竟然想把莉莉安娜当成猎物。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刻，画面突然碎裂开来，原来刚才那些可怕的经历全都是莉莉安娜的一场噩梦。她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熟悉的房间，虽然暂时安全了，但那种死里逃生的恐惧感依然在心里挥之不去。刚才发生的一切真的只是个梦吗？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，莉莉安娜第一反应不是庆幸，而是满脑子的疑问。明明已经落入了那群疯子手里，怎么一睁眼就回到了家？记忆里那些恐怖的画面还在闪烁，那个纹身男明明已经要动手了。关键时刻，是一股无法理解的力量扭转了局势。到底是谁在暗中保护自己，能精准的把他送回这个房间？说明对方对他的底细了如指掌。这个救命恩人的身份，恐怕比那些绑匪还要神秘。莉莉安娜坐在床边不停道谢，庆幸自己能从那场噩梦里死里逃生。虽然不知道是谁救了她，但能回到这个安全的房间，已经是最大的奇迹了。就在她还没缓过神来的时候，屋子里突然传出一声细微的呜咽，莉莉安娜整个人定住了。这个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？她顺着声音看过去，竟然在篮子里看到了那个小白团子。是默默吗？不，这绝对不可能，一定是自己太累产生幻觉了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篮子里的小家伙直接叫出了声。莉莉安娜彻底愣在原地，本该消失的小狗竟然奇迹般的出现在家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哪，真的是默默！莉莉安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本以为再也见不到的小家伙，现在就活生生的出现在面前。鲁德格很清楚，对他来说，莉莉安娜对这只狗的在意程度，甚至超过了他对自己死里逃生的庆幸。这一刻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把将默默死搂进怀里，所有的委屈和后怕彻底爆发。他不停地问默默到底去了哪里，生怕这又是一场会醒来的美梦。只要能找回默默，之前的那些磨难似乎都不重要了。他一遍便在心里发誓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他离开自己半步。看着莉莉安娜抱着小狗不肯松手，鲁德格原本冷淡的态度在这一刻彻底发生了变化。既然这个女孩如此珍视这份羁绊，那他也不打算再袖手旁观。他像是做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。既然你这么害怕失去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。瓦洛急得团团转，莉莉安娜赶紧示意他闭嘴，说那个小家伙刚睡着。顺着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默默正缩在篮子里，睡得那叫一个安稳。一看到失踪的小伙伴，瓦洛哪里还记得要安静，冲上去就是一顿猛蹭。全村人为了找他都要急疯了，他倒好，躲在这儿当起了大爷。看默默这嫌弃的表情，估计是嫌瓦洛太吵了，再蹭下去怕是要挨咬了。瓦洛还在那儿煽情呢，说大家为了找他都快急疯了，结果默默根本不领情，张嘴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口。这一声惨叫，估计方圆几里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这哪是重逢啊，这分明是寻仇现场。莉莉安娜赶紧把这小祖宗拎到一边，让他别再乱咬，急急了。瓦洛听完更郁闷了，怎么自己突然就多了个这么随便的外号？不过玩笑归玩笑，瓦洛想起昨天跑了好几趟都没见着莉莉安娜，她到底去哪了？难道是瞒着大家，一个人偷偷跑出去找狗了？
莉莉安娜这一开口，差点没把瓦洛给吓死。她昨天竟然被食人族抓走了，还差点成了人家的盘中餐。瓦洛急得围着他转了好几圈，生怕他身上少了零件。莉莉安娜赶紧让他消停会儿，说自己只是受了点皮外伤。可问题就在这儿，那种必死的局面，他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？莉莉安娜自己也一头雾水，说当时吓得直接晕了过去，等再睁开眼，人已经安安稳稳躺在家里了。难道真是那个神秘组织救了他？这事儿怎么听都透着股邪气。瓦洛在那儿一通分析，觉得肯定是熟人把莉莉安娜送回来的，不然谁能精准找到他家门口？他追问莉莉安娜还记不记得别的细节。莉莉安娜犹豫了半天，说自己迷迷糊糊好像看到了默默。瓦洛听完差点没跳起来，这怎么可能？默默一只小狗，难不成还能从食人族手里抢人？瓦洛觉得这肯定是莉莉安娜吓出幻觉了。鲁德格在心里反驳，他比谁都清楚，救人的根本不是什么守卫，而是我。瓦洛还在那儿一本正经的分析，觉得肯定是卡特尔的人救了大家。默默在旁边听得肺都要气炸了，明明是他出的力，结果功劳全成了别人的。他对着瓦洛的脚踝就是一口，疼得瓦洛当场惨叫出声。莉莉安娜赶紧过来拉架，让默默别再欺负吉吉了。这小家伙下嘴可真够狠。瓦洛疼得半天没缓过劲来。莉莉安娜看着那深深的牙印，赶紧拿来药水帮他消毒。他一边忙活一边安慰，说可能会有点疼，让他先忍一忍。瓦洛这顿打挨的真是莫名其妙，他哪能想到自己竟然被一只狗给灭口了。瓦洛眼尖，一眼就瞅见莉莉安娜身上也有伤。莉莉安娜还想硬撑着说没事，可瓦洛根本不听这一套，直接把药瓶抢了过来，非要亲自动手帮他上药。莉莉安娜拗不过他，只能乖乖伸出手臂。瓦洛一边涂药一边叮嘱，说这药水涂上去可能会有点疼，让他稍微忍着点。结果莉莉安娜却说比起疼反而觉得凉飕飕的挺舒服。瓦洛这下才算松了口气，小心翼翼地问他感觉怎么样。刚才还吵吵闹闹的两个人，这会儿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了。瓦洛突然低着头开始道歉，莉莉安娜听得一头雾水，不明白他好端端的认什么错。原来瓦洛是在自责，觉得昨天没能第一时间去救他。他甚至拍着胸脯保证，要是早知道他出了事，自己就算豁出命去也要把他抢回来。这话听着可不像是普通的关心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告白。莉莉安娜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。瓦洛这才意识到自己说的太过了，赶紧手忙脚乱的解释，生怕莉莉安娜误会了他的心思。莉莉安娜也尴尬的跟着点头，说自己绝对没多想，刚才还挺感人的英雄就美戏嘛，这会儿全剩下一屋子的尴尬了。默默对着瓦洛一阵狂吠，瓦洛还以为这小家伙是想撒娇，笑着伸手想逗他，结果默默根本不领情，跳起来对着他的手就是一口。瓦洛这下彻底郁闷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到底哪儿招惹这只狗了。莉莉安娜在旁边看着，也只能尴尬的安慰两句。其实鲁德格心里清楚得很，他觉得瓦洛这家伙简直是没安好心，居然敢打莉莉安娜的主意，真是个不自量力的笨蛋。只有莉莉安娜还被蒙在鼓里，觉得默默只是个爱撒娇的小可爱，完全没意识到这几个家伙之间已经开始暗暗较劲了。鲁德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趁他睡着的时候，莉莉安娜居然给他穿上了这种滑稽的衣服。他气得在心里疯狂咆哮，觉得这简直是对他尊严的践踏，恨不得马上让这女人把衣服脱下来。可莉莉安娜根本没察觉到他的愤怒，反而一脸兴奋地夸他可爱，还温柔地把他抱在怀里，说以后赚了钱要给他买更多好吃的，还要永远跟他在一起。看着莉莉安娜那副单纯又开心的样子，鲁德格原本满肚子的火气竟然莫名其妙的全消了。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拒绝这个笑容，那种久违的平静感让他甚至产生了一个荒唐的念头，如果能一直这样陪在他身边，哪怕是以一只小狗的身份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。鲁德格正一个人在那儿发愁，他在想以后到底该怎么办，毕竟现在的处境太被动了。可还没等他想出个头绪，莉莉安娜就突然凑了过来，说还有个小小的请求。鲁德格心里还在纳闷，这女人又要搞什么名堂，结果下一秒莉莉安娜就笑眯眯的拿出了牵引绳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散步。看着那根晃来晃去的绳子，鲁德格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要被当成宠物牵出去溜达，这哪是去散步啊，这简直是要了他的老命。他现在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散步，居然真的要带他去散步。鲁德格看着莉莉安娜手里那根绳子，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如果只是单纯的散步也就罢了，关键是他现在还穿着这身滑稽的衣服，这要是真走在大街上，那跟公开处刑有什么区别？看着莉莉安娜那副兴致勃勃的样子，鲁德格知道今天这道坎怕是彻底迈不过去了。雪地上的血迹还没干透，看来那个畜生已经得手了。队长带人一路追到这，空气里全是危险的味道。所有人听我口令，准备全线突击！1、2、3。本以为会有一场恶战，可等他们冲到跟前，却全都僵在了原地。眼前的景象让这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彻底懵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原本计划好的围猎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看着满地的狼藉，谁也猜不透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画面一转，莉莉安娜正拿着牵引绳，兴致勃勃地问默默要不要去散步。鲁德格气得在心里疯狂咆哮，老子才不是那种只会摇尾巴的狗。可说他现在的样子，横看竖看就是一只狗。莉莉安娜根本不理会他的抗拒，强行给他套上了装备，甚至还准备了所谓的惊喜。看着那双精致的小鞋子，鲁德格彻底绝望了，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。鲁德格在旁边看得彻底无语了。莉莉安娜
正对着默默一顿猛夸，觉得他这副打扮简直太可爱了。鲁德格心里那叫一个憋屈，穿这身土黄色的衣服也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连鞋子都给套上了。要是换成以前，他早就扭头跑路了。可一看到莉莉安娜笑得这么灿烂，鲁德格那点脾气瞬间就没了。他甚至开始怀疑，这女人是不是对自己下了什么咒？明明心里嫌弃的要死，身体却诚实的流了下来。看来这高冷的人设算是彻底崩塌了。今天的天气确实好得不像话。莉莉安娜带着鲁德格在花丛里撒欢，整个人开心的像个孩子。她兴奋地看着周围的花草。平时总是冷冰冰的鲁德格看着眼前这温馨的一幕，嘴角竟然不自觉地微微上扬。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拒绝，而是迈开步子，主动朝他们走了过去。莉莉安娜今天玩得特别尽兴，带着鲁德格在草地上跑个不停。可怜的小家伙，感觉这辈子的运动量都用完了，好不容易能坐下来歇口气，他还意犹未尽的约下次。鲁德格趴在地上动都不想动，这哪是散步啊，简直是特种兵拉练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打破了林间的宁静。原来是面包店的杰克大叔。看两人这亲热的劲儿，显然是认识很久的老相识了。大叔还特意给他留了刚出炉的点心。看来莉莉安娜在这片地方真的很受欢迎啊。杰克大叔真是个热心肠，还想让莉莉安娜去店里帮忙，他倒是一点没客气，笑着就答应了下来。大叔的注意力很快转到了默默身上，听说他收养了一只小狗，他稀罕的不行，非要抱抱这个小家伙。莉莉安娜倒是挺大方，直接就把鲁德格给交了出去。可怜的小家伙被大叔搂在怀里，吓得直哼哼，这哪是宠爱啊，简直是他的受难日。就在大叔在那儿爱不释手的时候，旁边的鲁德格已经快要忍到极限了，那眼神冷得吓人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把默默抢回来。看来有人要倒霉了。原本平静的天空突然被一道强光彻底贯穿，这动静大得离谱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要被这光给吞了。莉莉安娜还没从刚才的变故中缓过神，第一反应就是确认默默的安全。幸好小家伙只是呆住了，并没有出什么意外。旁边的杰克大叔更是半天没吭声，虽然人看着没什么大碍，但他刚才的经历实在太诡异，在那短短的1秒钟里，时间就像是彻底停滞了一样。鲁德格现在心情差到了极点，刚才被那个大叔强行搂抱，对他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可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能碰的小狗。鲁德格心里的火气也没消，看着莉莉安娜跟别人那么亲近，他只觉得一阵反胃，甚至差点没控制住自己的魔力。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，刚才那一瞬间的能量波动很可能已经惊动了城里的侦测塔，要是身份在这里暴露，现在的安稳日子可就彻底到头了。莉莉安娜倒是没察觉到这些，正拿着毛巾哄着鲁德格擦爪子，看着他那副温柔的样子，鲁德格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这种平静他还能守护多久呢？莉莉安娜抱着鲁德格，心里全是藏不住的幸福。她说自己从没想过还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，这一切都要谢谢这个小家伙。她对着鲁德格轻声告白，那副全心全意信任的样子，让旁边的鲁德格看得有些出神。这种久违的安稳感，似乎也慢慢感染了他。原本一直紧绷着的神经，竟然在这一刻彻底放松了。他破天荒地感到了困意，也许今晚他终于能睡个好觉了。鲁德格就这么静静地坐着，看着莉莉安娜小小的背影。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，他们成了彼此唯一的依靠。这种安静的时刻对他来说简直奢侈的不像话，没有阴谋，也没有杀戮，只有地板上斑驳的光影和那个全心全意信任他的女孩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还在这里，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就绝不会让任何人打破。队长盯着眼前的守卫，问他刚才的动静持续了多久，得到的回答竟然只有不到1秒，哪怕只有一瞬间，结界石也确实变成了深红色，这意味着村子里绝对闯进了什么东西。守卫还想找借口敷衍过去，觉得可能只是路过的干扰，让大家别太担心。队长直接火了，这种时候竟然还敢掉以轻心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队长提醒手下绝不能掉以轻心，之前的部落可是转眼就被灭了门，谁也不敢保证没有危险分子潜伏进来。他当场下达了最高警戒令，要求所有人加强巡逻，气氛一下子变得非常压迫。可几周时间一晃而过，原本紧张的日子又回到了平静。看鲁德格那副悠哉悠哉的样子，简直比主人还像这屋子的老大。莉莉安娜想学认字，瓦洛觉得自己真不是当老师的料，连他自己的通用语都说得半吊子，哪有信心去教别人？莉莉安娜倒是一点都不挑，只要能认字写字就行。这要求听起来确实不算高，他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，打算先从最基础的字母教起，让他先混个眼熟。可这课才刚开始，气氛就变得有点尴尬了。同一个字母竟然有好几种读音。面对他求知若渴的眼神，瓦洛彻底被问住了，这玩意儿到底该怎么解释啊？瓦洛现在整个人都快要炸了，被莉莉安娜这么温柔的一问，他那点可怜的底气彻底落了个精光。还没等人家把话说完，他大喊一声对不起，直接头也不回的逃跑了。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平时要是稍微用点功，也不至于在最在乎的人面前表现得像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。留下莉莉安娜一个人在原地发愣，他还以为瓦洛是突然生病了，看来这识字课是彻底教不下去了。天都快要黑了，鲁德格饿得在门口直叫唤，莉莉安娜这才猛地回过神来，刚才学的实在是太投入，连给小家伙喂饭的事都给忘了。
多亏了瓦洛走之前留下的笔记，上面不光写满了要学的单词，甚至连发音都贴心的标注在旁边。看来这家伙虽然平时大大咧咧，心思倒比想象中要细心的多。赶紧把好吃的给鲁德格准备好，看着他吃的这么香，这一天的疲惫也算没白费。鲁德格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，他在旁边等的肚子都咕咕叫。结果莉莉安娜满脑子只有学习，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他气得在那阴阳怪气，说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宠物呢？可话刚说出口，他就后悔了，为了争宠，竟然把自己比作狗。莉莉安娜压根没搭理他的碎碎念，喂完鲁德格就又坐回了书桌前，打算趁热打铁，把今天学的东西再巩固一遍。看着他那副认真的镜头，鲁德格心里也有些意外，这姑娘确实比想象中要勤奋得多。不过通用语可没那么简单，光靠在旁边标注几个发音，就想把这门复杂的语言彻底掌握，那简直是异想天开。莉莉安娜这下是真的开窍了，看着她那股兴奋劲，鲁德格心里也泛起了嘀咕，这姑娘的天赋恐怕比他预想的还要惊人。可一想到他以前受的那些苦，鲁德格心里就火大。帕尔瓦内家族那帮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，竟然把这么一颗明珠当成随手可以丢弃的草芥。与此同时，那帮找麻烦的人已经快疯了。父亲气得直拍桌子，找了这么久，竟然一点线索都没有，那个女人到底躲到哪去了？看来只要有鲁德格在，这帮家伙想抓人简直是白日做梦。他现在心里火大得很，找了这么久，竟然连莉莉安娜的一根头发都没见着。塔坦急匆匆跑进来报告，说附近能翻的地方全都翻遍了，那个女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父亲气得猛拍桌子，难道她还能凭空消失不成？就在这时，塔坦提到了一个叫卡特尔的地方，那是个没人敢管的中立地带，表面上是给弱者住的村子，实际上全是些不要命的流浪者。父亲听完若有所思，既然别处都找不到，那这地方就是他最后的藏身处了。父亲现在已经急红了眼，他逼着儿子去闯那个禁地，非要把莉莉安娜给揪出来不可。塔坦心里其实怕得要死，那地方守卫森严，万一失手，后果根本不是他们能承担的。可父亲哪管这些，他只知道要是抓不到人，他们这辈子就彻底玩完了。塔坦只能憋起火答应下来，他把所有的怨气全都算在了莉莉安娜头上，觉得要不是因为她逃跑，自己也不会变成父亲的出气筒。而塔坦心里的算盘打得更狠，他压根没把这姑娘当人看，只要能把她抓回来卖个高价，这段时间的损失就全回来了。父亲露出了那种让人发毛的笑，他已经盯上了莉莉安娜，觉得这姑娘迟早是他的囊中之物。可此时的莉莉安娜还在安稳的睡梦里，压根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。鲁德格就守在她的床边，算算日子，回来竟然已经1个月了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难道是因为这段时间一直以默默的身份陪在他身边，日子过得太安逸了吗？虽然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但那帮人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的，再不给家里传消息，麻烦可就大了。鲁德格手里攥着这份急件，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。让他这么犹豫的，只有眼前这个睡得正香的姑娘莉莉安娜。看着她的睡脸，他心里乱成了一团，到底该拿你怎么办才好？就再留一天吧，哪怕只有最后这一天，他还是想守住这份平静，想再多看你一眼。鲁德格终究还是动了私心，他想把这份平静再往后拖一天。可这并不是什么深情告白，而是最后的审判。他已经给自己定下了期限，等明天一过，是杀是留，他必须亲手做个了断。原本安静相处的时刻，瓦洛却突然问起了他的生日。莉莉安娜，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？面对这个再普通不过的问题，他却显得有些迟疑。瓦洛赶紧打了个圆场，说自己的生日早就已经过了。可莉莉安娜依旧没有正面回答，这种莫名的回避让瓦洛意识到自己可能问了不该问的话，只能尴尬地道了歉。其实我的生日就在几天前。莉莉安娜笑着说出了真相，可这话却让瓦洛当场定住。既然那时候他就在身边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？面对瓦洛的埋怨，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因为在他的记忆里，生日从来不是什么好日子，换来的只有无尽的谩骂。谁会在乎你的生日？赶紧滚去干活！看着别人围坐在一起欢笑，他永远是那个多余的人，只能躲在暗处。这种刻进骨子里的卑微，让他根本不敢相信这世界上真的会有人在意他。莉莉安娜低着头，觉得这种小事根本没必要提，可瓦洛却完全不能接受。在他看来，这种想法简直太离谱了。他看着莉莉安娜，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认真。我是真心想为你庆祝生日的。这句再普通不过的话，对他来说却是这辈子第一次听到的认可。瓦洛越想越坐不住，说自己不能就这么干坐着。还没等莉莉安娜开口问，他已经风风火火地冲了出去，只留下一句让他在原地等着。他这是打算去准备什么惊喜吗？看着那个吵闹的家伙终于走了，鲁德格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可生日这2个字显然已经留在了他的心里。夕阳渐渐染红了窗棂，莉莉安娜原本在屋里等着，结果坐着坐着就睡熟了，直到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，打破了屋里的安静。是瓦洛回来了。莉莉安娜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，让他直接推门进来。这个风风火火跑出去的瓦洛到底准备了什么惊喜？瓦洛在门外大声嚷嚷，说自己2只手都站着，让莉莉安娜赶紧来开门。他一边应声一边走过去，心里还在小声埋怨，说好马上就回来的，怎么让大家等了这么久？可门缝刚一拉开，迎接他的不是瓦洛一个人，而是一群人的欢呼。大家捧着巨大的蛋糕，齐声祝他生日快乐。这突如其来的惊喜让他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原来瓦洛刚才消失那么久是去摇人了。他本来只想找人订个蛋糕，结果
大家听说他过生日，全都吵着要一起来庆祝。为了补上之前错过的日子，瓦洛特意把蛋糕做大了3倍，这下屋子里可彻底热闹了。瓦洛把蛋糕递到他面前，笑着许下了一个承诺。他说以后就算莉莉安娜不提，大家也绝对不会忘记她的生日。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了。旁边的杰克也跟着起哄，甚至还带了珍藏的好酒，说今天要大家一起不醉不归。这种平凡又温暖的烟火气，让原本冷清的屋子一下子变得特别亮堂。可莉莉安娜接过蛋糕时，手却止不住的颤抖。瓦洛发现不对劲，赶紧凑过去问她怎么了。她虽然嘴上说着没事，可眼泪还是没能藏住。因为在这一刻，他突然想起了以前那些冰冷的话。曾经有人指着他的鼻子嘲讽，说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得到任何人的在意。可现在的温暖却真实的让他想哭。在那些暗无日子的过去，他只是个干不完活的工具，甚至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站在阴影里看着别人的幸福发呆。所以当现在的温暖扑面来，莉莉安娜彻底破防了。她捧着那个沉甸甸的蛋糕，嘴里不停重复着好幸福。这是他活到现在第一次感受到活着的甜。瓦洛和大家围在他身边，每个人的眼里全是真诚。这种被当成主角对待的感觉，让他觉得以前受过的那些苦，好像一下子都没那么疼了。鲁德格就靠在门边，默默注视着这一切。他虽然一句话都没说，但看到莉莉安娜脸上的笑容，他知道自己的决定没有错。暖黄色的夕阳铺满大地，小木屋前满是欢声笑语。这个曾经无家可归的女孩，终于在这一刻真正拥有了家人。瓦洛这回是真的喝断片了，在那儿跟一只狗较劲，非要伸手去摸默默的肚皮，默默被他吓得满屋子乱窜。杰克只能一边架着这个醉鬼，一边张罗着带大家先撤。看着这帮人闹成一团，莉莉安娜笑得停不下来，她不停地跟大家说着谢谢，感谢大家能陪她过这个生日。这种被当成家人的感觉，真的比什么礼物都珍贵。杰克摆摆手说这都是应该的，既然大家已经是一家人了，过生日当然要整整齐齐。说完他就连拖带拽地把还在耍酒疯的瓦洛给弄走了。热闹的屋子一下子静了下来。莉莉安娜虽然也有些微醺，但心里却觉得前所未有的踏实。鲁德格乖巧地跟在他脚边，他决定今晚哪也不去，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守着他。莉莉安娜弯下腰把鲁德格抱进怀里，嘴里还念叨着要抱抱。可能是刚才酒喝得有点多，他觉得脑袋晕乎乎的，想着得去窗边透透气。就在他推开窗户的那一刻，外面竟然飘起了雪花。莉莉安娜整个人都定住了，随后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。这可是他来到这里后的第一场雪。鲁德格就在不远处静静地看着，他从来没见过他笑得这么开心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让他一时间竟然挪不开眼。怀里的鲁德格似乎不太安分，扭着身子想要下地。他笑着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被抱着，然后温柔地把他放回了地面。莉莉安娜看着窗外的雪，嘴里说着雪景真漂亮，可下一秒他却低声说其实自己最讨厌下雪了。鲁德格在后面听得没说话。原来在他小时候曾经差点死在大雪天里，那时候他倒在雪地里动弹不得，只能任由冰冷的雪盖住身体，那种疼到骨子里的感觉他这辈子都忘不掉。虽然最后被路过的神父救了，但莉莉安娜当时却在想，如果就那样死掉该多好，因为只要活着回去就要面对家里人无休止的折磨，对他来说活着比死在雪里更让人绝望。所以当他看到默默的时候，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他没办法装作没看见走过去，因为他太清楚那种被全世界抛弃在寒冷里的滋味了。莉莉安娜温柔地摸着默默，轻声说着谢谢你能活下来。其实他不只是在对狗说话，也是在对那个曾经在绝望中死撑过来的自己道谢。鲁德格在后面听到了这一切，他终于彻底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当初根本下不了手，为什么这个女人总让他觉得特别。那些被埋藏很久的记忆一下子全都涌了出来，原来两人的缘分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注定了。看着莉莉安娜的背影，鲁德格终于确定了一件事，他就是那个消失已久的命中注定的赛罗。鲁德格守在床边看着熟睡的莉莉安娜，这一刻他终于想通了，原来当初之所以没能杀掉她，并不是因为一时心软，而是他在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曾经那个无助的自己。这种同病相怜的宿命感让他确信了一件事，莉莉安娜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，就像他能在他身上看到希望一样，他也从他身上找到了自己活着的影子。他在莉莉安娜身上看到了那个同样痛苦的过去，现在的他眼里全都是他。虽然这份觉悟来得有点晚，但他已经决定不再逃避了。既然命运把两人绑在了一起，那他绝不会放手。他轻轻吻过她的发丝，许下了一个永远的承诺。莉莉安娜，这辈子你都别想离开我了。鲁德格留下那朵生日花，只要莉莉安娜能平安无事，他做什么都愿意。然而平静的背后，更大的麻烦正在悄悄酝酿。镜头来到一处守卫森严的禁地，两个守卫正盯着巨大的蓝色晶石。老兵早就等得不耐烦了，觉得队长纯粹是在折腾人，为了这块石头至于吗？可旁边的卡班却像着了魔一样，盯着晶石看了好几个小时，甚至还说自己很享受这种感觉。这卡班的反应实在有点反常。老兵正打算偷个懒睡一觉，让卡班到点再叫醒他，谁知队长德特这时候推门进来了，这下该怎么交代？德特推门进来查岗，老兵赶紧站直了敬礼，拍着胸脯保证这里连只蚂蚁都没飞进来，更别提什么敌人了。德特听完也松了口气，觉得可能是自己太敏感了。老兵趁机在旁边提议，既然一直没动静，是不是该减少点巡逻次数？可一直没说话的卡班却突然冒出一句，我觉得敌人就在城里。
老兵急得想让他闭嘴，德特却示意卡班继续说下去。卡班拿出一份记录，指着地图上的几个标记，最近结界时一共报警了3次，虽然位置很隐蔽，但敌人显然已经渗透进来了。卡班把那3个报警点连在一起，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三角形。德特盯着看了半天，还没明白这到底代表了什么。卡班指着三角形的中心说：“重点不是这3个点，而是被他们包围的区域，正中心刚好只有一栋房子。”德特立刻追问房子的主人是谁。卡班沉默了一下，回答说：“是几个月前刚搬进城里的那个女人的家。”此时的莉莉安娜正感叹天气真好，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守卫团眼中的头号嫌疑人。莉莉安娜还在回味刚才的阳光，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。她下意识以为是瓦洛来了，还纳闷他今天怎么这么客气。结果门外的人一开口，气氛一下子就变了。对方自称是卡特尔守卫队的，要求他立刻开门配合调查。莉莉安娜只能硬着头皮把门打开，带头的正是那个队长德特。看着对方胸前的勋章，他知道这下真的麻烦了。虽然嘴上还在客气的打招呼，但他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对。难道自己赛罗的身份被发现了？这帮人果然是顺着魔力找过来的。德特队长表现得很客气，说这只是例行询问，让他不用这么紧张。莉莉安娜表面上在配合，其实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无论如何都得装傻到底，绝对不能暴露赛罗的身份，否则好不容易换来的平静一下子就全没了。德特盯着他突然反问，记录上说你只是个普通法师，但你真正的实力其实是那种顶级强者吧？莉莉安娜赶紧摆手否认，说自己要是真那么厉害，当初根本进不了城。德特却提到了森林里的惨案，怀疑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。德特继续分析局势，孔特部落实力强悍，却在一夜之间全部消失，这根本不符合常理。他怀疑那些家伙是假死，然后偷偷潜入了城里。莉莉安娜听完，赶紧撇清关系，大声反驳说自己可不是食人族。德特却冷冷地指出重点，他怀疑的不是他的身份，而是他有能力在一夜之间杀光那群怪物。为了自保，莉莉安娜只能撒谎，说自己当时是被抓过去的俘虏，要是真有那种本事，当初怎么可能被他们抓住？德特听完却露出了玩味的表情，这正是他设下的陷阱。既然你说自己没有还手之力，又是被那群食人族抓走的，那现在你为什么能平安站在这？莉莉安娜一下子被问住了，这个谎言根本圆不回来。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，鲁德格突然叫了起来，莉莉安娜赶紧借口说火上还烧着水呢，想趁机结束这场审问。德特队长倒也没打算硬闯，他看出来今天问不出什么了，于是很有礼貌地提出告辞，准备带着手下先撤退。莉莉安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可那个叫卡班的守卫却不干了，他认定莉莉安娜在撒谎，这屋里绝对藏着顶级强者，甚至把矛头指向了那只小狗，觉得这宠物肯定有问题。卡班越说越激动，竟然直接冲上去威胁莉莉安娜，逼她交代到底隐瞒了什么。德特想拦都拦不住，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。卡班这下是真的疯了，他竟然直接动手抓住了莉莉安娜。莉莉安娜发出一声尖叫，手里的水桶直接飞了出去，场面彻底失去了控制。德特队长根本没反应过来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手下会这么冲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直冷眼旁观的鲁德格动了，他直接拔出了佩剑，蓝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屋子。鲁德格已经忍到了极限，绝对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动莉莉安娜一根汗毛。德特终于意识到他们今天闯了大祸，卡班这一下简直是疯了，竟然当众把水泼了过去，这胆子大的让人不敢相信。鲁德格就那样静静站着，莉莉安娜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谁也没想到场面会失控成这样。水桶重重砸在地上，卡班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他这回是真的踢到硬板了。德特这回是真的气炸了，对着闯祸的下属就是一顿臭骂，差点因为这种低级错误伤到无辜的人，这队长的位子怕是都要坐不稳了。转过头，他赶紧向莉莉安娜赔礼道歉，生怕这位大小姐受了一丁点伤，毕竟刚才那场面确实太险了。莉莉安娜倒是没顾着自己，反而一直在担心德特的情况。可还没等两人把话说完，脚边突然传来一阵委屈的叫声，竟然是小狗默默。他为了保护主人，后背被滚烫的水大面积灼伤，这下麻烦可真的大了。看着默默为了救自己被烫伤，莉莉安娜心里全是愧疚，她觉得都是因为自己才让这小家伙受了这么大的罪。德特伸手轻轻一挥，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，原本红肿的伤口瞬间消失不见。原来他身为治安队的一员，还藏着一手厉害的治愈魔法。看到默默重新变得活蹦乱跳，莉莉安娜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，她紧紧抱着这个小英雄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以后千万别再这么冒险了。德特在一旁默默看着这一幕，随后他扶起闯祸的卡班，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今天发生的这一切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？德特这回是动了真格的，直接放下狠话，等回去再慢慢算这笔账。卡班虽然心里100个不服，但也只能低头认错。还没等走远，清脆的巴掌声就响彻了树林。德特看着这个不争气的下属，眼里全是掩饰不住的失望。本来是来调查潜在威胁的，结果卡班却差点害了无辜的居民，这完全背离了治安队的职责。可卡班还在小声嘀咕，觉得那个女人肯定藏着秘密。德特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极其恐怖，难道为了所谓的真相就可以不择手段吗？这下两人的关系彻底降到了冰点。卡班这下是真的踢到钢板了，他低着头想认个错，以为这事儿能就这么翻篇。可德特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不仅守护者的身份被当场吊销，甚至还要被无限期禁足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比丢了命还难受。他急着想解释自己是为了大局着想，可德特根本不想听这些废话，命令就是命令，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德特最后那个眼神，分明是在下达最后的通牒，要是敢在禁足期间偷偷溜出来，那就永远别想再踏进这里一步。卡班现在满脑子都是怨恨，他觉得要不是那个女人突然出现，自己的大好前程根本不会毁掉。这笔账他已经死死记在了心里，发誓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另一边，莉莉安娜正向瓦洛讲述刚才的惊险经过，听说治安队的人竟然敢公然威胁，甚至还动手伤人。瓦洛气得直接拍了桌子，这简直就是把无辜百姓当犯人对待。莉莉安娜轻轻摸着怀里的默默，心里还是一阵后怕。当时卡班就像疯了一样冲过来，要不是那位先生及时出手相救，恐怕现在受伤的就不只是默默了。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卡班那种阴冷的眼神总让人觉得这事儿还没完。谁能想到莉莉安娜怀里的鲁德格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施法者，刚才为了不暴露身份，他强行中断法术才受了伤，好在最后总算是有惊无险。莉莉安娜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对劲，治安队口口声声说是他们救了人，可刚才交谈下来，那些人甚至连他被绑架过都不知道，更别提消灭那些凶悍的绑匪了。既然不是治安队干的，那当时在暗中出手的到底是谁？这种冒领功劳的行为背后，到底还藏着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？而且卡班临走前那个阴狠的眼神，就像一条毒蛇死死盯着猎物。莉莉安娜犹豫着，到底要不要把这些疑点告诉瓦洛，毕竟知道的越多，可能就意味着越危险。瓦洛看出了莉莉安娜的担心，他猛地站起身来，拍着胸脯保证，以后会经常过来照看。要是那个叫卡班的混蛋敢再来找麻烦，他绝对要把那家伙揍得满地找牙。为了证明自己有这个实力，瓦洛还特意展示了一下他的胳膊，说自己平时为了照顾默默，可没少锻炼，只要有他在，谁也别想动莉莉安娜一根头发。看着他这副一本正经显摆的样子，莉莉安娜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即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刚才那种压抑紧张的气氛，一下子就被这个傻里傻气的举动给冲散了。瓦洛被笑得有点下不来台，急得在一旁大喊自己是认真的，可莉莉安娜根本停不下来。虽然卡班的威胁还在，但至少在这一刻，温暖的笑声盖过了所有的不安。夜色渐深，鲁德格独自站在窗前，心里却一点也不平静。他很清楚，现在的安稳只是暂时的，危险其实从未走远。看着莉莉安娜在睡梦中不安的翻身，鲁德格心里满是愧疚，要不是因为她，这个女孩根本不需要经历那些可怕的事。他轻轻伸出手，用一点微弱的光芒帮她赶走那些挥之不去的噩梦。看着莉莉安娜终于露出了笑容，鲁德格的眼神却变得更加坚定。治安队的威胁还没解除，暗处的眼睛也还在盯着这里，继续让他留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，看来必须得带他离开这儿了。身为家主，鲁德格知道自己没法一直躲在外面，今天的绑架只是个开始，如果不彻底解决麻烦，莉莉安娜永远都不会真正安全。而且她现在的状态很不稳定，没法时刻守在女孩身边。好在那个叫瓦洛的傻小子还算热心，虽然看着有点不着调，但关键时刻或许能帮上大忙。鲁德格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他准备尽快带莉莉安娜去埃弗哈特。可就在他准备联络亲信的时候，一个传信卷轴突然凭空出现。难道是家里那边察觉到了什么？这封信来的实在太不是时候，是催他回去，还是又有了新的变数？平静的日子恐怕又要到头了。鲁德格拆开信件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他明明交代过，不是急事千万不要联系，看来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与此同时，埃弗哈特家的大厅里，一个男人正大摇大摆地走进来，他语气里满是傲慢，觉得鲁德格这个当家主的太没规矩，长辈回来了竟然都不出门迎接。他让守卫赶紧去通报，脸上挂着一丝阴冷的笑。这个自称是鲁德格叔叔的男人阿扎利斯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现身。他这次回来到底是想帮忙还是另有目的？埃弗哈特家这下真的要变天了。领地那边传来了最糟糕的消息，阿扎利斯竟然在这个节骨眼回来了，而且明天就要召集所有分家开会，这明摆着是要趁鲁德格不在，直接抢走他的家主之位。看来对方是算准了时机，这只老狐狸终于要撕破脸皮动手了。光凭擅离职守还动不了他的根基，对方肯定会再次拿莉莉安娜说事。但现在带他回去实在太危险了，只要那个男人还在领地一天，埃弗哈特家就是绝对不能踏入的境地。鲁德格现在必须立刻赶回去，为了稳住局面，他只能尽可能的多争取一点时间。毕竟领地那边的烂摊子，还有那些盯着他的眼睛，全都不好对付。虽然已经提前布置好了防御魔法，但他心里还是不踏实。这点手段顶多只能拖延一下，根本没法彻底解决问题。临走前，他在默默身上留下了最后的保险，只要这道法术还在，就能在关键时刻保住他们的命。莉莉安娜还什么都不知道，她笑着推开门说：“默默，该吃早饭了。”他根本没意识到，平静的生活可能马上就要到头了。莉莉安娜本来想给小狗擦药，结果翻遍了全身也没找到伤口，明明昨天还有一大块烧伤，怎么睡一觉就全好了？他盯着活蹦乱跳的小狗，心里全是问号。难道这小家伙自带自愈能力？他还没意识到，这其实是鲁德格留下的魔法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黑影正趁着夜色前行，这家伙竟然私自逃出了禁闭室。他一边躲避巡逻，一边嘀咕，说什么绝不接受软禁，还要找出藏在这里的秘密。看来鲁德格最担心的麻烦已经找上门来了。
这个潜入的家伙算得很准，他知道隐身魔法最多只能撑半天，而鲁德格派来盯着的人，这会儿刚好被村长支开了，他至少有3个小时可以为所欲为。只要能在这段时间里抓到把柄，他就能翻身立大功。他悄悄摸到窗边往里看，正好撞见莉莉安娜在洗漱。原本只是想找点证据，可他突然盯着对方的锁骨愣住了，在那白皙的皮肤上竟然有一个鲜红的月牙印记。虽然隔着水雾看不真切，但他心里已经开始打起了算盘。这个印记到底代表了什么？难道这就是鲁德格拼命隐藏的秘密？卡班盯着那个印记，他以前听说过关于这个符号的传闻，出现在身体上的红色月牙绝对没错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赛罗。他觉得自己这回真是撞了大运。而此时的鲁德格已经回到了府邸，他看起来风尘仆仆，一进门就询问汉斯的下落，显然还有更紧迫的事情等着他处理。他一边脱下外套，一边吩咐管家让汉斯赶紧准备好，他换身衣服就要去见那位亲爱的叔叔。一边是虎视眈眈的潜入者，一边是各怀鬼胎的家族长辈。鲁德格这次怕是真的要腹背受敌了。鲁德格正抓紧时间换衣服，打算去会会那位不请自来的叔叔，结果汉斯这小子冒冒失失闯进来，看到自家主人还没穿好衣服，赶紧捂住眼睛连声道歉。鲁德格倒是没觉得有什么，一边扣扣子一边夸他这段时间干得不错，顺便打听了一下叔叔的动向，听说对方正跟人在花园里悠闲散步。可汉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让鲁德格手上的动作猛地停住了，他问鲁德格这次回来怎么没把那位赛罗大人一起带上。汉斯哪知道鲁德格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费了多少心思，更不知道已经有人盯上那个印记了。鲁德格淡淡的回了一句还没到时候。汉斯在一旁急得不行，他担心那位阿扎利斯大人会一直逼问，毕竟对方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，如果不亲眼见到赛罗，他是绝对不会罢休的。鲁德格听完冷笑了一声，既然他这么想看，那就让他看个够好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汉斯被这股强大的气场给镇住了，他发现这次回来的鲁德格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身上那股沉重的压迫感让人根本不敢直视。而此时在花园里，那位叔叔正摆弄着一朵娇艳的花，他说这种花美得无可比拟，但代价却是无法自行繁衍。这哪里是在说话，这分明是在暗示那些空有虚名却后继无人的家伙下场会有多惨。阿扎利斯漫不经心地摆弄着花，说这种花想要留下种子全得看运气，只有被选中的那一朵才有机会活下去，剩下的全都是陪衬。他猛地收紧五指，娇嫩的花瞬间在他手里变成了残渣。在他眼里，这种无法掌控命运的东西活着就是浪费空气。他转过头，把这种刻薄的评价直接甩到了儿子脸上，问库尔腾是不是也这么觉得。看着儿子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，阿扎利斯眼里全是嫌弃。他警告库尔腾别活得像个没灵魂的空壳，就像这朵花，也像现在的你。在这样的父亲面前，库尔腾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。他知道如果自己再拿不出像样的表现，下一个被捏碎的可能就是他自己了。鲁德格人还没露面，声音先传了过来，他直接警告这位叔叔别在自家的花园里随便乱摘花，这摆明了是在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阿扎利斯转过身，脸上挂着那种虚伪的笑，阴阳怪气的打了个招呼，称呼他为领主大人。鲁德格只是冷冷的回了一句好久不见。叔侄俩这一碰面，火药味简直要冲出屏幕了。这种虚伪的叙旧最让人反胃。阿扎利斯端着茶杯感叹，离开家族这么多年，还是这里的气氛最让人放松，当然能见到亲爱的侄子更让人开心。鲁德格却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当初我刚坐上家主的位置，你可是走得比谁都快，怎么现在突然开始怀念了？阿扎利斯还在那打马虎眼，说一切只是时机凑巧。鲁德格直接把话挑明了，趁我不在家刚好回来，联手旁系想把我拉下台，这也是巧合吗？鲁德格语气里全是轻蔑，难道你真以为我只是离开了一阵子，你就能趁机把我从家主的位置上拽下来？阿扎利斯却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说自己只是在尽长辈的本分，为了家族不得不这么做。他紧接着开始步步紧逼，身为家主竟然消失了整整3个月，这跟玩忽职守有什么区别？更何况你上位8年了，到现在连个继承人都没有，现在的你简直就是家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。阿扎利斯的话越说越难听，他当众指责鲁德格一个命不久矣又没后代的人，凭什么掌控家族的未来？鲁德格头都没抬，就算我真的退位了，那个位置也轮不到你来做，毕竟你自己不也没有继承人吗？谁知阿扎利斯根本不在乎，他笑着摊开手，我虽然没有继承人，但我这把老骨头还硬朗得很。可你身为家族最强的力量，生命力却在被飞速抽干，这种滋味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吧？鲁德格沉默了，对方确实戳中了他的死穴，这种强大的力量本来就是用命换来的。鲁德格突然话锋一转，叔叔，你好像还没搞清楚一件事，当一个人得到了赛罗的力量，那根本不是你能想象的强大。阿扎利斯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完全没听懂他在暗示什么。鲁德格却没打算解释，只是冷冷地丢下一句：今天的话你就当没听过吧。这种赤裸裸的蔑视让阿扎利斯半天说不出话来，而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对峙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画面一转，几天后的卡特尔阳光明媚，莉莉安娜正开心地逗着小狗。默默，快去把球捡回来。她笑得那么灿烂，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这场权力游戏的中心。平静的生活还能持续多久？莉莉安娜正打算趁着默默玩得起劲，偷偷溜回屋里去，谁知刚一转身，卡班就捡起了地上的球。他语气听起来倒是挺客气，
说是来归还上次的东西，默默却突然对着他狂吠不止。莉莉安娜察觉到不对劲，一回头正好撞见卡班正盯着自己看，她甚至还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莉莉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”这种不请自来的问候让莉莉安娜瞬间警觉起来，她赶紧让默默先进屋，随后死死盯着眼前的男人：“你不是应该被禁足了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卡班一脸笑意的摆着手，说自己只是来道歉的。莉莉安娜却根本不想理会，她拎着水桶不断后退。既然道歉收到了，那就请你赶紧离开。可对方却不依不饶地跟了上来，非要看着她的眼睛才算有诚意。莉莉安娜察觉到这家伙不对劲，她果断想要关上大门，直觉告诉她绝对不能让这个人进屋。就在大门即将合上的一瞬间，一只手猛地扣住了门缘。卡班的语气瞬间变得冰冷：“我让你等一下，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你至少应该听完吧。”他整个人阴沉的可怕，凑到莉莉安娜面前低声质问：“你上次撒谎了对吧？你根本不是什么普通人，你其实是那个万中无一的赛罗。”莉莉安娜还在拼命否认，说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赛罗。可男人根本不听这些，他大笑着直接闯进屋里，甚至撞翻了旁边的木桶。这种蛮横的态度让莉莉安娜彻底乱了阵脚，她怎么也想不通这个男人到底是怎么看穿自己的。既然你说自己是清白的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卡班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，只要证明我错了，我立马就走。莉莉安娜问他要怎么证明，卡班指了指自己的领口，让我看看你这里的印记。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他的死穴，他下意识的拒绝了。可这种反应在男人眼里简直就是不打自招。他一边步步紧逼，一边玩味的盯着他。既然没做亏心事，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莉莉安娜不断往后退，心里很清楚，这家伙已经完全认准了他的身份。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靠嘴硬就能躲过去的了。卡班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自称是结界塔的守护者，还劝莉莉安娜趁他现在还客气，最好乖乖配合。可莉莉安娜心里很清楚，这家伙根本没打算放过他，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，然后带着默默逃离这里。如果不配合呢？他冷冷地丢出这句话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对方的实力。比起之前遇到的那些怪物，卡班似乎并没那么可怕。虽然魔力可能对他不起作用，但只要瞬间爆发出的量足够大，就一定能压制住他。卡班显然失去了耐心，既然你不识好歹，那就别怪我动手搜身了。他猛地扑了上来，想要强行逼莉莉安娜就范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莉莉安娜体内的魔力瞬间炸裂。为了能和默默平安离开，她已经顾不上隐藏身份了。这股力量大得简直吓人。莉莉安娜这次是彻底豁出去了。既然你非要看个究竟，那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代价。